江南暴雨3日不休，河水高涨，冲破堤坝，一时水患肆虐。皇帝命太子筹措银两，而后命七皇子带着银两前往江南赈灾，双方各给一个甜枣，不偏不倚，倒是正好。水患曾经带走了江密的父母，如今京城之中流入难民，江密对他们颠沛流离、妻离子散更加感同身受。同谢之让商议一番后，他以韩家的名义在京城中施粥。只有鬼在这太阳之下才是没有影子的。他如今在礼部任左侍郎，已经投入七皇子麾下，在官场浮浮沉沉几年，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天真的少年郎，但他依然坚守本心，执着地追求他心中的道。满京城谁都知道韩赞是七皇子的人，扯的是韩赞的旗，借的是谢家的道场，宣扬的是七皇子的名声。此事一出，无人不夸韩赞心性纯良。夸韩赞便是夸七皇子，这让太子如何能不生气？谢之让如今胜券正浓，目中无人，若是东宫下的旨意，他们指定要推辞。可皇后不仅是太子的脸面，更是皇帝的脸面，江密没办法推辞。当日中宫皇后宣诏的口谕便传到了宁安侯府。夫君，你别担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正如我们不会和他们撕破脸一样，他们现在也该顾着面子，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江密说的这些，谢之让何尝不知，只是想到这么娇弱的一个人儿要孤身到那龙潭虎穴去，他实在是放心不下。阿敏莫怕，皇后身边的秦嬷嬷是我的人，关键时刻她会保护你的。这些人夫君无一不是七皇子的左右手，你们的夫君能在朝堂上做贡献，背后也少不了你们这些夫人的支持与帮助。本宫今日叫你们来，便是想为你们这些有功之人行嘉奖。这些姑娘们都是本宫身边的嬷嬷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你们点个回去，也好帮着你们服侍夫君，为夫家开枝散叶。若今日皇后只叫了他一个，他大可以借着谢家家训将这些个眼线给推回去，再不行叫谢之让来大闹一通也是可以的。但皇后偏偏就把这些人也叫来了，都是七皇子身边的人，自然是要共同进退。有些事情不怕膈应，就怕自己惹了一身腥骚，边上的人还能独善其身。这种时候人心不能不齐。本宫知晓谢指挥时使用的东西都是顶顶好的，便亲自物色了这样一位美人，名叫弄熙，你可满意？皇后娘娘挑选出来的人自然是极好的，先前是有家规压着，现下有了名正言顺的通房妾室，她还能管得住自己吗？夫妻俩只要心不齐，便好解决得多了。若这美人计能成功，那便是上上签，便是不得那煞神的宠爱，也能叫他做些别的事。你看那远山，沿途传不完的光。成长的莽撞，回首只见少年狂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太子妃依然没有诞下嫡子，而太子终于彻底放弃太子妃，停了后宅女人的避子汤。果然，孩子一个接一个生出来了。但这些孩子当中，大皇孙占一个长字，而且母亲身份地位最高，故而那些皇孙都比不得他。臣妇见过太子侧妃，见过大皇孙殿下。哼，怎么不说谢家45子方可纳妾的吗？本宫记得三堂哥也才27、8吧？你就这般把人领回去了？这肌肤这脸蛋儿，本宫瞧着是比你要好看上许多的，就是不知道这样的美人儿领回家里，本宫那位三堂哥还能不能独宠你一人？之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？父王，儿臣好想您，您都许久不去看儿臣了。太子殿下安。谢少夫人免礼，你如今有身孕在身，不必在意这些繁文缛节。臣妇多谢太子殿下体恤，只是殿下您为人宽厚，做臣下的却不能不守本分，这尊卑之礼还是要行的。这话既是场面话，也是提醒太子尊卑有别，恪守规矩。他猜测江蜜是否知道了什么，垂眸打量片刻，却瞧不出什么异常。谢少夫人，快起身吧。谢文珠敏感地觉察到什么，他知道太子是个口味奇特的。当年他身穿海青勾引太子时，便知道这一点。这些年，太子对他不算盛宠，但也十分宽容。3分是因为他替他生下长子，剩下7分却是因为他时常会勾着太子玩些新鲜的。可再新鲜，他也是旧人了，如何能比得上江蜜？而且她还是臣下的妻子，他不敢想象太子会有多痴迷于江蜜。起初他是不知道太子这番心思的，但太子暗戳戳盯着他，江蜜再迟钝也觉察到什么。他突然想起那年在皇宫梅林，太子扶了他一把。他知道谢之让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恣意潇洒惯了，最不喜这些礼教束缚，连皇帝捏着他的命他都不甚在意。皇帝让他给七皇子站台，他大可以敷衍了事，两边都不得罪。可他偏偏要和太子作对，又那么尽心竭力地辅佐七皇子，他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既然不想让自己知道这些龌龊的事情，那便装作不知道吧。母妃，我疼。都是母妃的错，母妃捏疼你了。不疼，皇儿不疼。江蜜。三郎啊，有些话想说与你知道。怀小六的时候，同你父亲之间有误会，还一直未能说清楚，因为心里憋闷，再加上怀孕时身体不适，那段日子我好似病了一般。我厌烦你父亲，厌烦我自己，更厌烦小六。其实小六只是因为一场简简单单的风寒而丧命，他没有挺过那个冬天。因为接受不了，他不可抑制地去想，倘若自己再爱小六一点，倘若自己没有厌烦小六，小六是不是就不会死？小六夭折，是不是就是要惩罚他这种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？因为承受不住这样的痛苦，他便想，如果不是因为宁安侯和柳氏不清不楚，他不会变成这样，小六也不会死。他恨宁安侯，他更恨自己。好在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终于和自己和解了。看见元娘，我就想起自己怀小六的时候，我呀，怕她和我一样。听着侯夫人断断续续的啜泣声，谢之让终于知道那些被掩藏起来的往事。他开始害怕自己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让江蜜伤心，更害怕因为生产一事他有什么意外。这份紧张不安在见到弄熙之时尽数爆发。
我生气了。快30的人了，竟还和他闹脾气，活像个小孩似的。干嘛？你别生气了嘛，又不是我想故意找个人来给咱们俩添堵，那不是皇后的旨意，我推脱不了嘛。再说了，我敢把他领到家里来，也不藏着掖着，就是相信你啊。你和他说谢家有祖训，不能纳妾，再不行你让我去找他闹，他难道还能把人硬塞进来不成？那我……哎呀，你是不是有了孩子就不在意我了？是不是就想把我推出去，懒得理我了？谢子夜，你脑子被门夹了，有毛病啊！你是不是欠打呀？我错了吗？乖乖，我把他领回来是因为七殿下的臣属夫人们都在那里，若独独我一个人没有把人领回来，他们却占了这样一个烫手山芋，那些夫人的心里该怎么想？而且这件事情皇后的目的本就是在我们身上，他们只是陪绑。若这些夫人在家中日积月累地同男人们说些什么，七殿下这里就该人心不齐了。你辅佐七殿下已经很辛苦了，若再因为这样的小事而让你和那些人家产生局龉，那你之前的心血岂不是付诸东流？我心疼你呀，夫君。阿米，我知道错了，方才我不该和你乱发脾气的，我就是有一点害怕。那你过来抱抱我呀，我不会有事的，孩子也不会有事的。晚风浊酒醉上，花开昨夜晕染明月上。他云修行神仙下凡落水家。风吹帘动窗棂，外面星火不疑惑加上。云游四月八荒，这天荣华。叹人别呀，叹着花，我生来放不下。莫怪仙人度化凡人的大话。叹云叹月叹清茶，雪雨比撇雨拿。何为人间是与非真与假？清醒，我清醒，乖乖可还受得住。晚风浊酒醉上，花开昨夜晕染明月上。他云修行神仙下凡了谁家？风吹帘动窗棂，外面星火不疑惑加上。月有四月八荒，这尽了荣华。叹云别呀，叹着花，我生来放不下。莫怪仙人度化凡人的大话。叹人叹月叹清茶，血雨比撇雨拿。何为人间是与非真与假？府医请平安脉，忽然把脉把了很长时间。少夫人可是有什么不好？一切都好，应当要恭喜世子和少夫人。少夫人腹中怀的乃是双胎，母子3人，俱是康健呐。双胎。寻常妇人怀1个孩子便要吃尽苦头，她这般一次怀了2个，可会有什么意外？双胎之下确实会大大增加生产时的风险。老妇是军医出身，
医术自诩还不错，但少夫人如今身怀双胎，老夫不敢自大，还请世子另寻高明，替少夫人安胎。那你可有推荐人选？呼延父，呼延神医，但此人不喜规矩束缚，最爱游山玩水，也不知世子能否找到他。呼延父，此时莫说是有名有姓的凡人，便是说出个神仙菩萨的名来，谢之让也要想办法将人给找来。可有男子服的避子汤或绝子药？世子您……非是老夫说些扫兴的话，只是万事万物皆赌不过一个意外，万一少夫人……那世子您这般，岂不是真断了后路？抓药吧，我意已决，切莫让少夫人知道。谁能想到啊，这看起来最是没有心的人，竟能用情至此啊！只希望少夫人一切顺利吧，不然他不敢想象谢之让会变成怎样一个疯子。不过是怀了双胎罢了，以为自己是王母娘娘不成？路上迎面遇见了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转身就走。出手又不大。冤枉啊！大人，我冤枉！让你不说啊！都不用谢之让亲自出手，参观完那9981酷刑，他便自己吓尿了。谢三，你让三叔三婶跪你也不怕折寿？你们俩干的蠢事儿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我都懒得跟你们算。我在这个家里看到你们两个我就烦，你们做叔叔婶婶的总要疼疼我这个侄子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滚吧！父母在，不分家，你怎么敢如此忤逆不孝？不是我要分家，是你们两个自愿从谢家脱离。你休想！三叔三婶若实在不想分家，那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让三叔辞官，你俩回老家守墓去吧。那边我来帮你们选。魏明，去顺天府备案，索要分家文书。至于行刑一事，那便交由锦衣卫代为执行。我们回老家。那这辞官的奏折可需要侄儿代劳？不劳烦你。每天跟个死人一样瘫在书房里，我当初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？收拾东西，管理院子，不都是你个女人该做的事情吗？如此不贤，我留你何用？倒不如一纸休书，让你滚回娘家去。谢瑞，你敢休我？我给你生了2个儿子，3个女儿。你爹死的时候，我是守过孝的。我看你是先休了我，还是你先被唾沫星子给淹死？吵什么吵什么！世子说了，若今日午时你们还未离开，就休怪我们兄弟几个手粗脚粗，砸了老爷夫人的东西。催命啊催！这些东西本是宫中拨给各房的，真要算起来也是家里共同的财产，只是侯夫人懒得去和他们掰扯，她嫌晦气。我活了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谁家侄儿侄媳生生把叔叔婶婶赶出家门了。三婶娘说笑了，什么赶不赶的，是祖父托梦来说小三叔了。三叔三婶最是孝顺，可不就是要回老家侍奉祖父吗？侄媳妇如今身子重，便不去亲送三叔三婶了。晚下你带我送送三叔三婶吧，这便是驱逐令了。你别得意，谢淼那是个蠢的，不来和你肚子里的争。我听说你怀了双胎，咱们谢家老祖宗就是双胎，
可是你瞧瞧，不过几代过去，兄弟俩的血脉闹得决裂了。你怀的是三郎的种，能不像三郎？那就是个狼崽子，没心肝儿的。我且看着你生2个狼崽子下来，家里还有没有安宁？让人去把他们车上的东西给砸了。此事自然是要被某些有心人利用一二的。谢指挥使，你那三叔分明正值壮年，如何就能辞官回老家？若非受你逼迫，他正该忠君体国，为百姓效力才是。赵大人，下了朝，跟我回家领点钱，给家里换个好点的厨娘吧。什么？你家厨娘是菜里放了太多盐，让你闲得慌，才3天2头盯着那么点破烂事儿。你为一己之私欺压其他官员，他还是你的三叔，如此不忠不孝，难道我弹劾错了吗？哼，我祖父托梦告诉我，他想他小儿子了。怎的，你还有意见不成？或是你甘愿跪下认我做爹，代替你三爷爷回家孝顺你曾祖父啊？恕此而感。宫廷之内大声吵嚷，如此不守规矩，赵大人便去诏狱，好好学一学宫规吧。怕得要死，还非要上赶着找死，一群脑子被门夹了的蠢货。大人，胡言神医好像找到了。好像找到了。带到医署去。是，大人。你当真是胡言神医？我不是，你是。哼，竟是他。你如何证明你就是呼延父？不知道谁是胡言神医，找我来干什么？有病啊！是你啊！上次还是半仙，这次就成神医了？这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嘛。那这要不是你，小老头，我还是……我说过，别让我在京城再看见你。说你不能证明你是呼延父，我不会手软第二次。是你让人把我抓回来的，可不是我自己回京城的。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这小老头虽咋呼，本事倒是真的有。他和溥仪在医署斗法斗了2天，而后溥仪确认他就是呼延父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谢之让叫他把头发给染黑了。呼延父虽然不乐意，但还是小声嘀咕着照办。夫君，你回来啦！你今日带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哼，小馋猫，你这鼻子还真灵。前2日你不是说那芥辣瓜好吃吗？今日我又去给你买了点儿。溥仪是军医出身，术业有专攻，我便请了新的大夫，也能稳妥些。今日就让他来给你瞧瞧。好的呀。他叫呼延父。呼延大夫。神医。呼延神医。没什么大问题，老夫开2句汤药，略略调理1、2便可。夫人尽可以放宽心。多谢呼延神医。你竟是个克夫命！你胡说什么？干什么？实话还不让人说了？他要真能把你克死，我非得去外面点3把爆竹庆贺庆贺。老天终于把你这妖孽给收了。呼延神医，这是何意？你命里带富贵，若所嫁之人福薄命轻，自然压不住，可不就得死啊？偏偏你嫁了这么一个煞神。泄露天机是要还的，给钱。这些可够？够了。哎呀呀，200两，200两啊！
这得是多少碗酒，多少碗饭，多少块肉啊！老夫官夫人乃大富大贵之命，方才所说的克夫，实乃是因为寻常人等压不住这泼天富贵，自然是要横遭意外。但是夫人所嫁之人命硬，极其硬，硬如茅坑里的臭石头。总之就是能拖得住夫人的命格。夫人和世子乃是天作之合，命中一对儿。赏！呼延父来了这么久，就这句话让谢之让最舒心。我说了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烦不烦呐？我只是想多确认2次，那次真的无事。以后若他身体有碍，你别当着他的面说，私下和我说便好，拜托神医。几年前我和你说，你命中还有一劫没有度过，你妻子亦然。方才我瞧她怀着孕，便没告诉她。既然你这么在意她，我便提醒一二。神医可能告知是何劫呢？不可说。青天白日，谢之让却如坠地狱。那日之后，谢之让待江密更加妥帖仔细，还加强了他身边的防护，严格命令玉金、绛珍等会手脚的丫鬟必须有2个时刻守在江密身旁。只是这一切他都瞒着江密，唯恐江密知道后会胡思乱想，有个什么不好。你们2个要体恤娘亲，不能在娘亲肚子里闹腾。你们俩待在一个小房子里，也不要吵吵闹闹。你正我讲的，要相互谦让，相互友爱，知道吗？你们想要什么，爹爹和娘亲会尽力给你们的。乖一点，听见没有？你别怕，只要咱们不偏心，他俩肯定能好好的。若只是江密的孩子，他自然相信生下来就是好的，可若是他的种，他就不确定了。若孩子没挑着江密好的长，竟学了他，江密岂非要被这2只小白眼狼给气死？夫君，你怎么能不相信自己，也不相信我呢？你看你对母亲、对大哥、对家里的侄儿侄女都是好的呀，都是一样从娘亲肚子里生出来的，难道谁就是生来就没有心的吗？咱们生小孩不为别的，我也没想着他们能光宗耀祖，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。他们是上天给咱们的恩赐，我们爱他们，他们自然就会爱我们，爱兄弟姐妹的。那我希望是2个女儿，最好长得都像你一样。女儿乖巧些，不会气你，也能更体贴你。等她们长大了，我也不叫她们嫁人，就留在身边招赘，谁也不能欺负了她们。你说好不好？好不好呀，阿密？好好好，都听你的，以后招2个女婿。青山袅袅，睡吧。舟儿轻轻摇，春熙蒲草在心头挠啊挠。七皇子终于从江南赈灾回来，流民一事，七皇子处理得极为妥当，朝堂上下夸赞一片。只是太子不痛快，皇帝也很不痛快，前者是嫉妒，后者则是身体不适。皇帝不信太医，每当身体有哪里不好，便让人去请禅溪真人。禅溪真人有时开点药丸，有时让他闭关，有时又会炼丹。10次里有8、9次能解决问题，故而皇帝愈发依赖禅溪真人。而皇帝整日沉迷炼丹修道，夜夜贪欢美色，于朝堂政务上便更没有什么心思。先前他将大权交给谢之让，谢之让一等他闭关结束，就像甩烂摊子似的将权力甩回去，这让皇帝更加信任谢之让。贵妃娘娘，内子如今怀有身孕，臣先带内子回家了。
大人，孟昭仪有请。他本不欲搭理，只是想到那日呼延父说的话，心思一转，还是去了。谢大人。谢之让在想，把孟昭仪杀了，再培养一个宠妃的难度有多大？什么事？说。我每日在这深宫之中，简直要无聊死了。那老皇帝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，你替我找个侍卫解解馋呀。若侍卫不行，你给我找个太监也行啊。他是真馋了，若不然他也不能拿太监委屈自己，而他进宫以来也确实配合。我会让人找个侍卫来，只悠着点，若是孩子掉了或是被人发现了，我没工夫给你兜烂摊子。谢大人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谢之让给他送来的小侍卫会是什么样子的？乖巧羞涩的小狗狗，沉默寡言的大犬狼，还是……哎呀，忘记和他说要个俊俏些的了。江蜜怀孕4个多月了，但孩子胎动并不太明显。最近少夫人可有什么不适啊？还和之前一样，总犯困，其他便没有了。是他出什么事了吗？老夫同你实话实说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说吧。少夫人中毒了，和你中了一样的毒。他为何会中毒？这毒在你体内多年，早已侵入了你的五脏六腑。他腹中胎儿是你的骨肉，自然带了一部分毒性。随着母体孕育胎儿的时间增长，胎儿体内的毒缓缓侵入母体，故而少夫人越来越嗜睡，腹中胎儿的胎动也很少。谢之让想了许久，江蜜的劫到底是谁引起的？他想了皇帝，想了太子，想了陈贵妃，甚至想了会不会是因为难产，没想到竟是因为他，是因为他。当初为什么一听江蜜不易怀孕便不吃避子药？为什么要让她怀孕？为什么？皇帝，我有解药，但是只有一份，说他服下，他可能平安无事，孩子可能健康无虞。他们毕竟是母子3人，需要我以针法引导解药在体内运转，反复3次便可彻底解毒。幻星草即将种成，届时请神医全力医治内子，我感激不尽。老夫如今既看到了病患，自当尽心竭力医治才是。请神医不必瞒着内子。云烟吹不散，千山此愿万年间未变。到今你化为一念，往事过眼，转身释然。几日前，指挥使大人忽而招了他们几个进行密谈，说是要在他们之间挑一位进宫伺候孟昭仪，条件是能拿到一定的银钱补偿。他在锦衣卫虽是个校尉，但家中有一母亲常卧病榻，他实在囊中羞涩，为了凑够要钱，他便主动讨要了这不要脸的差事。你是谢大人送来的，叫什么？标下马南巡，请昭仪娘娘安。那我叫你小马儿，可好？娘娘高兴便好。收了你之前，我可是要验货的，要是不好用的话，我就把你退回去。娘娘，标下
会努力学的。马侍卫先前没有妾室通房，也没有去过青楼楚馆。这人看起来得有26、7了吧？居然是个厨。你干什么？表下会好好学的，还请娘娘莫要赶我走。那什么，上床。悲海了人间酒，扬起尘埃忧愁。若幸福人多难留，你随月往北走，叹落一生温柔，落满我要的孤舟。流水东流，潮不流，斗转星移不厮守。小马儿，你悟性挺高的呀，孺子可教。就这般，马南巡在孟元双身边留了下来。花开花谢人消瘦，四季辗转思不休。怎么了呀，夫君？你说给我听听，也许心里就不憋闷了呢。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可不敢说给你听。万一他俩不乐意听，那你怎么办？他俩喜欢听爹爹说话呢。再说了，我哄你，管他们俩愿不愿意呢？你才是我最重要的宝贝呀！你这嘴怎么那么甜呢？乖乖，皇帝总是迟疑摇摆，最近他身子不好，有些想把七皇子踢开，给太子让路的意思。但是太子太蠢，他又想立七皇子，哄鬼容易，哄人难。他那个人一天天可难伺候，我心里烦他罢了，是不是很无聊？和你有关的事情都不无聊。谢子叶，怎么了，阿蜜？长纹了，太丑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长纹了也没事儿，一点都不丑，真的不哭了啊，好不好？只要是你身上的，在我心里都是最好的，你都是因为我才会这样的，对不起啊，你原谅我。好不好？他似是在为这条疤道歉，也似是为别的。你不用道歉的，这是你的小孩，可也是我的呀。你不需要道歉，我就是想和你撒个娇，想听你哄我嘛，没有怪你的意思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哄你啊？我想你睡觉前和我说，我好爱好爱你呀。好。那要说3天。好。每天还要说3遍。好，都依你。乖乖，要不要？往事如火随风散，恍然一路漫山。回首满目山河皆遗憾，好梦不长愿已散，因苦酒筑情欢。一生如那孤舟难靠岸，我今人间初相见，奈何青山不久远。韶华难留，故人心已变。我问今夕是何年？岁月如倒退红颜。时过境迁，再难续前缘。我问今夕是何年？岁月如倒退红颜。时过境迁，再难续前缘。
江密身为谢之让的枕边人，怎会不知他的异常？能让他这般悲痛欲绝的，只可能和他有关。那你不准笑。好好好，我不笑，我不笑。那快喝。太苦了，太苦了！让让哥哥，能不能再哄哄我呀？说吧，又想我怎么哄你啊？你就喝茶，假装喝药陪陪我。你几岁啊你？阿密。阿密，阿密。好在谢之让对他并不设防，整个军警轩都完全在江密掌控之中。谢之让被他瞒得死死的。子夜，我也好爱你呀。护眼神医，趁着世子昏睡，开始吧。你二人这是何必呀？世子会昏睡3日，这段时间给我守好院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魏明，北镇抚司还有赵玉的事情，由你和屈大人暂时负责，切莫让小人钻了空子。福东，我不在，这院子你要替我看好了。这是世子的令牌，你拿好，必要时刻你可以用它拆解府上任何人。倘若有人胆敢不从，杀无赦。切记，不许让任何人靠近世子身旁。是，奴婢定然不会辜负少夫人所托，一定看顾好世子。福东从小跟江密一起长大，吃过苦也享过福，他是江密除了谢之让以外，在这世上最信任的人。进宫。谢之让昏睡，江密要亲自去皇宫向皇帝求药，他要让皇帝以为谢之让是病发而不是痊愈，如此才能保他安全无虞。倘若此等紧要关头引起皇帝猜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一举等于是让他放弃2个孩子的性命，他可以毫不犹豫为了谢之让牺牲自己，可他舍不得孩子。但他和谢之让相知相爱7年，早已将彼此刻入心扉，印入骨髓。比起尚未成型的孩子，他更舍不得谢之让。我儿，娘对不起你们，可我真的无法眼睁睁看着你们爹爹去死，阿娘下去陪你们，阿娘陪你们。愿你时光能还，愿故人不散，愿你余生2人永相伴，不悲却有欢，愿你情谁也不知道江密这一去竟不知所踪。都短暂，愿你匆忙脚步能放慢，不忘回头看，愿你此生尽心无遗憾，万事皆圆满。陛下，臣服求您救救外子吧。谢卿怎么了？外子他突然昏迷了，他待您一片赤诚，忠心不二，您就看在他这么多年恪尽职守、兢兢业业的份上，给他解药吧，陛下。子夜是怎么和你说的？夫君说是他们以前做错了事，辜负了陛下的一片信任，所以他才主动服毒，想向陛下承认错误，想求您原谅他。臣妇是真的没法子了，才来求您的。这么多孩子里面，谢之让是让他最满意的一个，因为他足够听话，却不会将他当作君父那般敬着捧着。
多谢陛下。皇帝难得不想炼丹，只盼望谢之让是个命硬的，能多活久一点。这把刀他用顺手了，还真有些舍不得换别人。哎呦，这不是本宫那三堂嫂吗？这着急忙慌的，赶着奔丧呢。本宫不和你这等小门小户出身的人一般计较。母后听说你进宫来求医问药，想着你到底是本宫的娘家人，便派本宫来给你送些补品。臣妇多谢皇后娘娘的赏赐，但如今外子昏迷不醒，臣妇归心似箭，故而今日不能前去谢礼。想来皇后娘娘宽宏大量，一定能体谅臣妇的这番心思。母后早就让本宫告诉你，只管回家去，不用去她那里跑一趟。谢文珠太知道太子心中怎么想的了，便是现在他得不到江蜜，等日后太子当了皇帝，他总归是要下手的，倒不如他现在提出来，卖太子一个好。殿下，臣妾可以帮您得偿所愿。你既然这般在意本宫，怎么还愿意让本宫得偿所愿？臣妾心悦殿下，自然是想殿下开心的呀。如今那谢之让昏睡不醒，正是好时机。只是这宫里不仅有咱们的人，也有谢家的人，臣妾想着还是要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将他转送到京郊的庄子上，而后殿下等风头过了，再去庄子里找他。等事后，您可以放了他，也可以将他继续关在身边，左右他失了清白，再没有脸回谢家去。而谢之让待殿下日后夺得大宝，还不是您想如何就如何，他呀便只能跪在殿下脚边求饶呢。太子还当自己是贵夫人呢，有的吃便不错了。谢文珠让你们来折辱我，可有告诉你们我是谁？我夫君是锦衣卫指挥使，锦衣卫手眼通天，你们以为他找到这里需要多少时日？我腹中这两个是宁安侯府的四子，说他们有个什么闪失，便是太子都保不住你们，还指望谢文珠？大泥菩萨过江，你们且看他还有没有心思管你二人死活。
我有些肚子疼，去给我抓一帖安胎药。你过得这般滋润，若叫侧妃娘娘知道了，谁都没好日子过。阳奉阴违的事情还要我教你吗？江蜜和2位嬷嬷井水不犯河水，倒是相安无事过了2日。江蜜借口溜达散步，在庄子中逛了个遍。那俩嬷嬷虽烦他事儿多，但念着谢之让那煞神的名号，也就臭着一张脸随他去了，只不允许他出庄子，其余懒得管他。醒了，你都不惊讶，看来你早就知道是我了。你可真聪明。臣妇以为人妇，您不能这样，殿下。不能怎么样呢？我很早就想这样了。你和谢之让在床上是怎么样的呢？他是不是喜欢亲你？这儿，还是这儿？殿下，臣妇肚子疼，您饶了臣妇吧。本宫深更半夜的跑过来，能是特意来看你的不成？你这身嫩皮子，本宫倒是爱不释手呢。您饶了我今日可好？我真的腹痛，我可以用别的帮您。这簪子是谢之让准备的，江蜜的妆帘中多是金银器和玉石制品。金簪银簪软，谢之让唯恐一击不得手，反而害了江蜜，便特意请老师傅打了几只铜簪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快些，再磨蹭，我现在便要了你的身子！这些日子，他借口散步，将整个庄子都逛了一遍。这庄子应该是谢文珠的，但谢文珠当初嫁入东宫，谢之让把她身边伺候的人扣留太半，让她带去的除了贴身丫鬟，便全是新采买的下人。这新的守卫道行浅，江蜜得过谢之让教导，自然很快摸清楚情况，找到了那漏洞之处。他为了提防太子，早早就做好准备。江蜜终于等到这一刻，他摸着夜色，趁乱逃出了庄子。就凭着你看眼角星月如钩，真身停半山又接相思几口。秋风乍起，吹乱一曲愁。恍若你脚步声响在酒楼。燕子会是几处，可曾到渡头？莫记千行难写离愁半头。您怎么出来了？我有些饿了，请问有什么吃的吗？您喝点水吧，我娘子出去买东西了，马上就回来了。等她回来就有吃的了。多谢。
自她怀孕过后，只要谢之让在身边，都是她给自己穿脱鞋袜，何曾有时候叫她一个人做这些事？也不知道她醒了没有，好想她呀。福东姐姐，少夫人还没回来吗？福东心中担忧，但此刻世子昏睡，少夫人失踪，他须得撑住才是。若他慌了，君景轩便真的乱了。倘若因此世子有什么差池，他怎么对得起少夫人？别担心，我已经告诉侯爷和夫人了，侯爷派了许多人去找少夫人，少夫人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们说少夫人失踪了？你们说少夫人失踪了？那日世子服下解药，胡言神医说您会昏睡多日，少夫人担心陛下猜忌，更怕惹得旁人起疑，便命奴婢看家护院，而后进宫向陛下求药。谁知那日少夫人一直到日落都没回来，奴婢心焦，便派小丫鬟去给侯爷和夫人通风报信。侯爷当即进宫去了，那守门的侍卫却说他们看见少夫人出宫来了。侯爷担心少夫人被贼人掳走，立刻派家中护卫去找。慧明知晓少夫人失踪，也叫了锦衣卫一起去找。可是一直到现在，少夫人都还没回来。世子，如今您醒了，奴婢求您一定要找到少夫人，奴婢求您了。少夫人失踪多久了？5日，不，今日是第6日了。阿密，阿密，你等着我，我来找你了。夫人，你醒了。这位夫人，你我2人可是之前认识？夫人不认识我也是应当的。当初谢指挥使惩治一位姓郭的公子，我和几位姐妹替指挥使做事，事后他让人将我们从青楼赎了出来，还给了我们一笔银子。郭凌云，他只记得谢之让答应他会帮他解决，回来之后却无论如何都不告诉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。若没有指挥使，我们哪里能逃离那个吃人的地方？更遇不上我现在的夫君。指挥使与我有恩，如今遇见谢夫人您有难，我自该出手相助，报答恩情的。当初她们姐妹3人因为沾染花柳病，还被老鸨压榨，逃又逃不出去，赎又赎不起身，痛苦的几乎恨不得当即去死。但偏巧那时锦衣卫找上了他们，结果谁也没想到，那杀人不眨眼的煞神竟会饶他们一命，还替他们脱离青楼。锦衣卫送他们出京后，只说不许再回京城。他们商量一番，决定南下。就是在这南下途中，他们碰上一位神医，那神医给他们开了药方，结果还真就治好了他的病。夫人，多谢您一片善心，您今日之恩情，我铭记于心。待我回到侯府，定尽心竭力报答。我身份低贱，可当不起您一声夫人。我姓丁，闺名一个梅字，您若不嫌弃，便唤我一声梅娘吧。梅娘，我姓江，乃家中独女，你也可唤我元娘。他是我夫君，姓方，家中行武，便叫方武了。方大哥。明月如霜，清风如尘，又听敲竹声。小帘低唱，绿窗深深，人世自纷纷。一声婉转，情歌满屋，何笑颜逐春？谁闲情雅致，共我这一程？阿密呀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可平安呐？曾方海、太子、陈贵妃，江密出宫之后，是被什么人骗走了，还是被掳走了？出宫？你说皇宫守卫看见阿密出宫了，守卫是看到他人出去了，还是看到他的轿辇出去了？守卫当时说的是，他看见元娘坐着轿辇出宫去了。是了，怪说不得他让人在宫外找线索，却一无所获，因为
江密根本没有出宫，御林军和锦衣卫共同拱卫皇城。御林军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几乎从来不查江密。若是有人利用这一点，让人假扮成江密坐在轿辇中，再略微遮掩一二，便能顺利掩人耳目。太子，大人，太子妃有请。远在偏僻小山村的江密，此刻吃饱喝足，思考该如何归家。梅娘，你们这村子里可有能信得过之人，愿意帮我去京城跑趟腿，捎一封信？村长家的儿子以前做过货郎先生，走南闯北，也去过京城，而且他为人热忱，想是可以的。我知道江氏在哪儿，所以呢？所以我不和你兜圈子，我告诉你他在哪儿。你帮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帮我杀2个人，2皇孙和3皇孙。看来这太子妃和太子也是貌合神离。淮阴侯府和东宫到底生了下系。太子膝下共有4子，长子为侧妃谢文珠所出，剩下3个，一个是梁帝之子，一个是梁元之子，还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孩子，其生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宫女。所以他想把4皇孙抱到自己膝下养，然后除掉2皇孙和3皇孙，这样自己的孩子便是唯一的太孙。至于为何要留大皇孙一命，谢文珠那个蠢货看不清，太子妃可是将太子看得一清二楚。太子当时久久没有子嗣，急需一个长子来稳固地位，所以他忍了。但他心里哪里能真的没有猜疑，所以大皇孙在太子心中永远都不可能是4子，而太子妃自己不动手，却叫谢之让来办，就是要让自己手上干干净净的。这女人还真是算计得明明白白。想让我做你手上的刀，也不怕划烂你的手。哼！太子人呢？殿下他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太子侧妃呢？让他赶紧滚过来见我。是，娘娘。东宫这几日可还有什么动静？太子2日没回宫了。2日？他不敢想他的阿密会受到怎样的搓磨。顺着2日前太子的踪迹去查，务必要查到太子去了哪儿，派人去城中和城外县城镇子的各药房、医馆，查问近些日子去买过安胎药和堕胎药的人，看看有无可疑之处。是，大人。阿密，你一定要等着我。踏遍红尘万里，不负相思意。丁梅请了方家村村长的儿子方天替江密去京城送信。方小公子，你带着这封信去京城，待进了城，你往城西去，找到召回进宫坊的罗锅巷，那里有条胡同叫紫铜庙文昌宫，往里走第2户，便能看见宁安侯府4字牌匾，那便是我家。你若从胡同的另一边进去，便会路过北镇抚司，你也可以将这信送入北衙门。无论你是去宁安侯府还是去北镇抚司，你只说你是替谢家世子夫人来送信，他们便会领你去见我夫君。夫人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这信顺利送到的。哪儿来的狐狸精，大着肚子还敢勾搭我宝贝孙儿？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孙儿当这野种的爹呀？啊！我呸！老娘我告诉你，想让我孙儿去给你送信，你休想！小天，给奶奶回家。奶奶，我答应人家了，不能失信的。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？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！你别乱说话，这是京城里的大官夫人，你在这瞎说什么呢？而且还有孩子在呢。你个赔钱货，写什么写？没伴儿的东西学什么写字？以为自己还能去科考了？是我教他写字的。您是夫人，多么金贵的人，她就是个贱丫头，哪能和您比呢？翠花，方翠花。哎，奶奶，我来了。夫人，您瞧我这孙女儿，脸盘子好看吧？屁股也大，好生养着呢。我瞧您怀着孕，应该也不方便伺候夫君。您觉着我这孙女儿怎么样啊？您带回去给她开个脸，让她做小，我保证她听您的话。方老太太还是好好替她相看相看，而后挑个好郎君嫁过去给她做正头娘子，也省得还要看家中主母的脸色。
我们方家可是对夫人有恩的。你说的对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救我的是梅娘和方武大哥，替我送信的是方天方小公子，对他们我自是要报恩的。但有人来我面前说了一通阿杂话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和我腹中的孩子，污蔑朝廷3品外命妇，恐怕是要被拖出去打板子的。你说我恩情都还了，这仇我是不是应当也要报啊？哼，你吓唬谁呢？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还当大官夫人呢？我呸！就该让我家翠花去当。一个女人没男人还敢这么横，信不信老娘我把你卖给老男人？说完了就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落草的凤凰不如鸡。够了，这位夫人是我家的贵客，没事儿，您回家去吧。反了你了，方武啊！我是你奶奶，我便是住在这里都住的，你还敢赶我？当初分家的时候就说好了，家里1分钱都不要，您和大伯他们一家住，我们夫妻每个月给您孝敬200文钱。我饿了，咱们回去。五哥、五嫂，我和奶奶先走了。原来这方武和方天是堂兄弟，这方老太太便是他2人的祖母。方天的父亲乃是方家村的村长，方武的父母却早在多年前去世了。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，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。你醒了？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从容。别害怕，我是春与人间相逢。你好福。好，我送你回府。晚风年岁悄如梦，心里真宵河畔点点萤火虫，温柔点亮我过往静默的星空，冰雪都在此刻消融。奶奶，她不同意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方翠花如今也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10里8乡的小伙子，她是谁也看不上，一心想做有钱人家的富太太、富姨娘。这事儿由不得她同不同意。奶奶仔细想了想，咱去和那狗泼妇有什么好说的？贼歪蜡骨，肯定拦着你进门。奶奶，那该怎么办呀？那小贱人不是让你小哥去京城送信吗？你跟他一块儿去。到了那大官家里，你就借着送信的机会去勾引那大官，只要那大官要了你，那贱妇肯定拦不住你。翠花，以后发达了得记着奶奶，要把奶奶接到城里享福，知道没有？我知道了，奶奶。她也懒得跟自己孙儿掰扯，只说叫她带妹妹去京城开开眼，见见世面。方天虽然有些不乐意，但到底还是答应了。你说太子的根本被人扎伤，用不了了。这畜生，阿密当时该有多怕？若非是找人要紧，谢之让恨不得现在就去把太子给活剐了，再把他的宝贝煮熟了塞他嘴里让他咽下去，一刀杀了他，实在难解心头之恨。可找到少夫人了？没有，兄弟们按照太子的踪迹摸过去，发现那庄子里只有太子和一些大夫，并没有少夫人的身影。想来应当是少夫人扎伤太子之后趁乱跑走了。我让兄弟们在庄子周围搜寻，找到了这些东西是在回京方向的小路上找到的。按照少夫人的脚程，倘若没出意外，她应当已经走到京城，可她现在都还没回来，城门那边的人也没见过少夫人的踪影。卫命，抽调1半锦衣卫和家中70护卫，顺着反方向去查。不动，你立刻将少夫人那日穿的衣裳、首饰列出来。老方，去信给下面的暗哨，分别去各地的当铺查，看看有没有人去当少夫人的东西。谢之让公然派出1半锦衣卫去找江密，那就是以权谋私，等于是直接将一个把柄逼到敌人手上。但谢之让没办法了，若是江密被人挟持，他必须要这般给人压力，那人才不敢轻举妄动，才能保江密平安。进攻！
山谷每回声，你就换一座山谷；天空现阴霾，你就化身成太阳。不被人看好，就和自己我歌手。狭路若相逢，你就勇敢向前冲。你如少年拉满弓，不惧岁月也不惧风。你在那石头上坐会儿吧。梅娘，那是什么？这草啊，叫牛不吃。每次放牛，只要边上有这草，他都不愿意过去。我们这边养牛的人家都不喜欢这草。他将解药给谢之让时，便已经做好和2个孩子一起去死的准备了，却不想峰回路转，他竟在这等境遇下找到了换心草。梅娘，我想把它挖出来带回家去养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宝贝呀，咱们有解药了，咱们呀可以长长久久的陪着爹爹了呢。阿娘给他写信了，他呀马上就会来接我们的。云外青山袅袅，竹儿轻轻摇，春熙蒲草在心头挠啊挠。长安归途遥遥，飞鸟烟寥寥。年少心事无处逃。我知小元娘消失，你心中焦急，可也不能这般毫无章法。你让那些锦衣卫堂而皇之的去找他，他难道不要名声了吗？锦衣卫办案还无需同旁人解释，谁敢在明面上提，有那等乱嚼舌根之人，舌头拔了便是。锦衣卫办案，旁人缘何不能插手？还不是因为陛下，那本该给陛下做事的锦衣卫，倒叫你拿去找人。如今这个时候，正该是小心谨慎。你这般正大光明以权谋私，端是给太子那边的人递把柄。你心心念念你的发妻，可有想过七殿下？可有想过我们的大计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我没有，谢先生，师娘待我一片真心，我怎可做这白眼狼？我是真担心师娘的名声会因此而受损。微臣已和陛下说清楚，便不劳娘娘操心。为了一个女人，她竟然敢这般和本宫甩脸子！还有你，江氏待你一片真心，本宫难道不是？本宫难道养的是白眼狼吗？方才我那番话是为了谁说的？还不是为了你？谢先生和师娘伉俪情深，师娘如今不见踪影，他自然着急，而且他同父皇已经说好，便说明他已经摆平此事，咱们不必多说什么。你不是觉得江氏好，去找他便是，待在我这里做什么？死在里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青天白日就开始发春，真不怕拖你出去进猪笼。大人，是标下的失职，没看好娘娘，都是标下的错。你倒是上赶着给人做奸夫。您这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可是有什么吩咐呢？这几日司礼监会派新人过来护着你，陈贵妃那边的人你自己提防着些，另外把他给我盯紧了。你们这是闹掰了？七皇子到了娶妻的年纪，陈贵妃一直想让他娶娘家侄女，这几日我没心思搭理他。他若是借机去陛下面前求次婚，你就把这事给拦住了。那七殿下又不是我儿子，他老娘给他安排婚事，我怎么能插手啊？若陈贵妃的娘家侄女嫁给七皇子，你便带着你的孩子和你的奸夫一起上路吧。我跟七皇子非亲非故的，陈贵妃给他娶妻，我有什么借口不同意吗？娘娘，您这样会压着小皇子的。姨父，你找到姨姨没有？我和你一起去找姨姨好不好？别添乱，自己回宫去。我不添乱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就想和你一起去找姨姨。大人，府上来了一男一女，
说是替少夫人送信来的。是你说你替我夫人送信来了？这人不仅是个大官，还长得好看，可比那些肥头大耳的富商好多了。看来这京城还真是来对了。是我。信呢？大人，我这么大老远跑过来送信，您是不是应该报答我一下呀？你若当真是替我夫人来送信，我自当是要感激你的。大人，您真好。您在家里这么着急，夫人却……夫人怎么了？夫人怀着您的孩子，却一点都不安生，住在我五哥家里，当着我五嫂的面和他勾搭。信呢？他想过，这大官可能会拒绝，可能会接受，甚至可能和镇子上那些富家少爷一样，色眯眯直接上手。谢之让确实直接上手了，直接要了他的命。搜身！魏明，叫上呼延父去方家村。你这不孝的东西，偷了鸡蛋也不给奶奶孝敬孝敬，我白养你这么大了，一个赔钱货，一个狐狸精，你可真是出息呀！方武，给女儿吃也就算了，还分给那狗贱人一个，他晚上钻你被窝了吧你？这么想着他，你这一天到晚没事做了是吧？哼，姓丁的，老娘可是帮你说话，你男人的东西让别的小贱人用了，你和我横什么横？还是他就是你给男人找回来的娼根啊！谁家的狗没牵好绳子，跑到我面前来吠？有本事你给老娘下来，看老娘不撕烂你的脸！哼，我倒是谁呢？远看一条狗，走近了才发现是方老太太您呐。您这上下嘴皮子一翻，味儿可太冲了，赶紧去自家菜地站着，嘚吧嘚吧给菜施肥去吧。你这么大一团在那堆着，枪狼见了都得两眼放光，呼朋唤友过来赶紧干活呢。娘亲，江姨母，什么是枪狼呀？枪狼就是推车客，那就是推屎爬呀！你敢骂老娘是屎？你给我下来，滚下来！看老娘大耳瓜子打不死你！方老太太，我可没说呢，这话可都是您自己说的。天杀的贱梯子，你就在这放你娘的屁！大着肚子还敢来勾搭野汉子，我呸！什么高门大户的夫人，张开腿做生意的腰间还差不多。不知道谁家的棺材板没按住，倒让你这小鬼跑到人家门口骂人来了，嘴巴那么臭，我拿水给你洗一洗。没脸没皮的王八羔子，给我滚！再敢来脏了我的耳朵，我就叫来749个和尚围着你念道头经。阿弥。云淡风轻，一轮江月明，漂泊我此生人多情，几分惆怅。阿米，你别哭，我来接你了。别哭，别哭。我腿软。没事，我扶着你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还在呢，收敛点啊，还把不把脉啊？我把护颜神医叫来了，让他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掌心有花落，情意不肯我，一相遇便是几世因果，泯灭的烛火。他那时不过是想到江蜜，心软了一瞬，便放了他们一条生路，却不想多年后他竟救了江蜜一命。穿着人的衣裳却说不出人话，
我便好好教教你规矩。我朝律法规定，不可当街厉骂，你却仗着自己是村长的母亲，在村里为非作歹，肆无忌惮地骂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掌嘴50，再送到衙门去打板子。他是知道律令的，像他奶奶这种情况，怎么着也得打100大板。这100板子打下去，他奶奶不死也得废了。夫人饶命，此事是我奶奶的错。夫人，您就看在我替您送信的份上，免了那100大板吧。我不要任何赏赐了，我只求您放我奶奶一条性命。你若执意要换，可以不打那100大板，掌嘴100。他观方武有些手脚本事，便想举荐他做个小官。方武和丁梅连连拒绝。梅娘，方武大哥，我知晓你们不是挟恩图报的人，可是你们不想想自己，也该想想你们女儿呀。难道你们想她一辈子在这小村子里被人骂一辈子的赔钱货吗？我看她喜欢读书念字，何不满足她的愿望呢？梅娘，你们便答应吧。想不到我家乖乖如今这么厉害呢。我就是这么厉害，你嫌弃我不成？我哪儿敢呀！我要是敢嫌弃你啊，夫人还不得骂死我呀！呸呸呸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佛祖菩萨都会听见的。说到底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才让你不得不和那种老泼皮去吵架对骂，你就不该受这种委屈。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呀？是太子心怀不轨，是方老太没脸没皮，一切都是他们的错，怎么会是你的错呢？阿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好想你啊，夫君。好想好想好想你。我也想你，阿弥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吃委屈了，是我不好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不怪你。咱们威风凛凛的谢指挥使哭还没有啊？你以为谁都和你似的，丁点事儿就要流眼泪，你去败坏我名声吧？哎呀，好嘛好嘛，你这么娇气，我还能怎么办呀？当然是宠着你啦，谁让你是我夫君呢？没看见没看见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替你哄我。夫君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找到换心草啦。经历烂世要问，怎么找到的？修得手指堂里，触发青黄蕊，待小树敲过，心里渐坠。来摇动灵女般谢过缓缓归。太子妃得知谢之让把江蜜找回来了，惋惜了一瞬，但他此刻畅快得很。好啊好啊，常年打雁之人终是被雁啄到了眼睛。他就说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瞧着报应来了吧？他恨不能亲自在东宫门口点爆竹，放他个3天3夜。若不是他还指望丰厚，他都想自己阉了他。如今倒是江蜜帮他解决了心头之恨，只是想到太子还要继承大统，太子妃的笑意便微微收敛。这事儿该满死了才是，如若皇帝和朝臣知道，太子可就上不了位了。与太子妃不同，太子侧妃谢文珠却是火冒三丈。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。他本是想借着太子的由头将人弄到庄子上，而后哄着太子过了风头再去见江蜜，他好趁机将人给除掉。可太子居然这般等不及，没过2日就去庄子找江蜜，还让江蜜寻着机会跑了。他就不应该让下人去扯辱他出气，他就该直接把人给杀了了事。
而太子被江密伤及根本，他心中再是恼恨，也知道此事不可生养，只能咬碎了牙齿，或者血沫往肚子里吞。太子忙着求医问药，没时间争权夺利，朝堂之上倒是安稳许久。一拜天地，莫非前世二拜高堂，只为今生见一面夫妻对拜，赞功你千山阻隔万里远，来世再续今生缘天亏那无意藏阳衣，心上黑鬼被梦境。哎呀哎哎呦，哎呀哎哎呦。你为我煮清酒，烛花映晚，注视中知否？我在如难心忧，这天中的愁，只因你青山不改旧。2月半枝花瘦，却惹得南海红颜长流。一记烟雨两秋，换金沙拂袖，而我徒留残生碎梦。我寻你寻不到归期，我梦里梦你的眼睛，如若一念清醒，奈何时难辨你心语，长叹月似你。我寻你寻得到何时？我梦里却孤影千里，酒醉两城之意，各自生欢愉，情丝寸寸绕痴迷。马南巡竟是一连7日都没再过来，这深宫太寂寞了，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再不来，以后都别来了，我叫谢大人叫个新人过来。娘娘，之前他一见自己都会扑上来叫他抱的，今日怎么……你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，你当本宫是什么？娘娘恕罪，表下知错。本宫哪里敢怪你啊？左右你也是不把本宫放在心里的。娘娘恕罪，表下这些时日没来您宫中，是因为家母病得有些严重，表下同指挥使大人告假归家市集去了，忘记同您说了一声，表下知错。你母亲没事吧？多谢娘娘关怀，家母没事了。没事便好，这些日子你便好好孝顺你母亲吧。多谢娘娘体恤，家母身子已大好。近来贵妃娘娘同指挥使大人起了争执，
表下得大人吩咐，夜间会在您身边保护您。既如此，马侍卫随意。孟元双肚子里这个终归还是皇帝的小儿子，故而谢之让派了2人轮流守在孟元双寝殿这边。其中那女子扮作宫女守白日，马南巡则在夜间巡逻时悄悄进入此处为其守夜。他觉得自己不对劲，他努力爬到今日，不就是因为知道男人靠不住，才博得这一条出路吗？待到他诞下龙种，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，只要不去觊觎不该惦记的东西，他便能安享晚年。但倘若和他真有什么……此次马南巡母亲的病情来势汹汹，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，他还倒欠同僚许多两纹银。他就是这么一个烂人，怎么敢去肖想那般金尊玉贵的昭仪娘娘呢？夫君，你给他们取好名了没有啊？想好了，乳名便用你取的兔啊和尼啊，大名取了3个，一个叫灵，一个叫炎，还有一个叫寻。你怎么只取一个男孩名啊？万一是2个男孩呢？不可能。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陈贵妃和谢之让起了下戏，遭殃的是孟元双。不过是继子出身，您这等金枝玉叶，同他之气，岂不跌份儿？他不知道马南巡有没有听见，他若知晓了，会否……日后换个人来守夜吧。娘娘当听过一句话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不会走的，抱歉。他能有什么抱歉的？今日之事，我不该好奇停下来听，很抱歉让你觉得不自在。你不是要来我这里守夜吗？白日怎的还要去巡逻？同僚家中有事，拜托我替他值守罢了。标下日夜操劳，娘娘可能将床分一点位置给标下。怎的？现在知道本宫不过是个继子，便觉得可以任你轻贱？娘娘在标下心中永远都是天边明月，方才的话只是觉得您会难过，所以想陪陪您，确实不想惹您生气了。本宫只能分给你一点位置。多谢娘娘。标下给娘娘讲个故事听，可好？3年前山东道有个贪官，标下跟着曲同之去山东把他给抓了。没了？啊，没了。你耍我呢？真没了。书拿来，念书给我听。却说那书生一气之下声称扑过去。这岂是正经书？你怎么不念了？娘娘啊，你若不想念书，我便罚你不准上床。也只有在黑夜的掩饰下，他才敢将那些僭越逾矩的心思毫无保留地倾泻。娘娘，愿你夜夜好眠，愿你日日欢颜。那一个才是真的我，一颗心躁动着，灵魂在饥饿。如此相安无事着过了几个月，江蜜很快便怀胎9月。呼延父先前说过，怀双胎一般都会早产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整个宁安侯府都开始严阵以待。谢之让更是整宿睡不着觉，连江蜜翻个身，他都要坐起来看许久，确认江蜜真的没事儿，才继续睡下。故而江蜜精神头看着还好，谢之让却是两眼青黑，混被人打了似的。江蜜如今肚子大了，谢之让不放心，每次沐浴都要坐他身边盯着，以防他摔倒。先前5、6个月的时候，谢之让还会逗逗他，过了7个月，他便像一夜入定似的，绝不多手多脚，生怕惹得江蜜一个激动早产了。我好像要生了。阿蜜，你别怕，来人，少夫人要生了。产婆都是一早就备好的，院里的丫鬟也操练了无数遍江蜜生产时应该怎么办。此刻谢之让一声令下，众人很快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。母亲，元娘这边有我盯着，天色也晚了，您回去歇着吧。有事儿
我差人去和你说一声。我如何能放心得下？便是回去也是干等着，还不如在这儿守着呢，也安心些。起初是一点轻微的坠痛感，而后开始加剧，加剧再加剧，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在腹中拉扯、搅动、扭曲。夜色愈来愈浓，月亮渐渐升高，又渐渐落下，天边开始出现一点昏暗的光。他刚缓下，歇了一会儿，还没将丫鬟递过来的参汤喝进嘴里，那股阵痛便又开始发作，而后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频繁，仿佛是要一点点把他的臀骨给撑开，掰成两半。阿米，阿米。他不敢进去。呼延父说过，女子生产时最是体弱，她罪孽深重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凌凌煞气，他怕对江蜜不好。谢之让听着一声一声压抑不住的痛呼，心脏仿佛正被千万把剪刀凌迟。我醉提酒游寒山，霜花满天。玉溪寒气冷风帆，酒洒河山。恳求各路神佛菩萨保佑我妻顺利生产，我愿意性命换他们3人平安无虞，求菩萨保佑。我就落石山前。你看雪花飘散，渐渐换百官，白发老人背着海下山。远观天前无欢，我今醉酒犹在，一别寒山，我何时归来？我已生病，再也无退路，怎舍寒冰冰冻我辛苦？膝盖疼不疼啊？有没有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啊？就是咱俩成亲第2天，我吵着你睡觉，你生气了，我跑回来哄你的时候，也不小心磕到床了。所以啊，欠你的总是要还的嘛。行，那这还完了，你还疼不疼我呀？我疼你，你不乖，我也疼你。我生于天地间，本是长生不老仙。我坐看云起时，一步来到这人间。长安归途遥遥，飞鸟烟寥寥。年少心事无处逃。你醒了，阿蜜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还有点疼。孩子呢？奶娘哄着呢。俩孩子到底是2个女孩，2个男孩，还是一男一女呀？不知道啊。你还不知道？孩子生出来你没看一眼啊？那个，你没醒，我不放心，然后就忘了。
江蜜生了一对龙凤胎，老夫人喜得见牙不见眼，高声吩咐在宁安侯府外连摆7天流水席，给2个小重孙积福。嘿，咱们小阿染刚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黑黑的呀。是呀，等过2日，妹妹就和我们冉姐姐一样好看了。少夫人母子平安，顺利诞下龙凤胎，给府上所有下人多发2个月月钱，叫大家都沾沾喜气。一时之间，侯府上下欢天喜地，倒是江蜜和谢之让成了这府上最冷静的人。既然是一男一女，那姐姐就叫兔儿，大名谢灵；弟弟叫倪儿，大名谢寻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夫君，你抱抱他们。夫君，咱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，不熟练很正常呀。可是我们一下就有2个小孩，应当要一碗水端平才是，你可不能偏宠哪一个。若他二人都是男孩或是女孩，那自是要一碗水端平。可一男一女，就该疼兔儿多一些。倪儿是男孩，他该让着姐姐才是。兔儿和倪儿都是你的孩子，哪里就有你多疼兔儿一些的道理？我只是不希望倪儿和你小时候一样，父亲母亲偏疼大哥，你长到这么大的年纪，心中还是介怀，我心疼你呀，所以你也疼疼倪儿好不好呀？就当是补偿小时候的自己嘛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对他们肯定一碗水端平，只是我不需要补偿小时候的自己啊，因为有你，就感觉其他一切怎样都没关系。你的嘴怎么那么甜呀，夫君？和你学的呀。谢之让那日被江蜜说了一通，隔天下衙回来，便拿着枕头去找奶娘学怎么抱孩子。他学了整整5日，确保万无一失，才去找兔姐儿和尼哥检验学习成果。大人，7殿下和11殿下来了。方才我抱兔儿抱了多长时间？一刻钟。让他们等着。他抱了兔姐儿1刻钟，就得抱尼哥1刻钟，不能厚此薄彼，要一碗水端平。这样就算不偏不倚了吧。先生，今日来，一是庆贺您和师娘喜得麒麟儿，二也是有一桩喜事想同您说，我也要做父亲了。他知道七皇子身边有一个妾室很得他宠爱，只是没想到竟然宠爱到这个地步，嫡妻尚未进门，妾室便有了孩子。先生，我是想让她做我的正妻。她出身低微，你若要娶她为妻，定然困难重重，这你母妃那里便是一道大坎，你自己做好打算。18岁呀，还是个孩子呢，居然就做父亲了。中所的马校尉求见。大人，先前江蜜还未生产的时候，谢之让命孟元霜将陈贵妃看住，叫他阻止陈贵妃替七皇子和陈陵求赐婚圣旨。孟元霜没办好此事，还险些小产。马南巡为了阻止谢之让，真下令处死孟元霜，独自一人在官衙跪了一夜，只求谢之让放他一条生路。谢之让想着少造点杀孽，便允了他，只是将马南巡从后宫调了出来，发配去给皇帝守夜。当初他怎么就给孟氏找了这么个厨啊？指头一勾，这活儿就叫他给轻易勾过去了，还心心念念都是他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？表下时刻谨记自己是锦衣卫，不敢忘记自己的职责。但娘娘即将生产，表下只求大人能放表下入后宫几日，等娘娘生产完毕，表下绝不多留。当初为什么让你过去，又为什么让你回来？你心里知道，你一次次的来求我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表下愿为大人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。我要你一个蠢货的肝脑涂地做什么？表下求大人明示。去找千户换班吧，等他生完孩子过来找我。谢大人。
你去宁安侯府了？是。他是臣子，值得你这般拉下架子去亲近他们。左右满月酒也是要请你的，那时候去走一趟便好了。你对谢之让这般亲近，你让那些跟你的文官清流怎么想？母妃，谢先生和他们不一样，在我还处于微末之际时，谢先生便尽心尽力地扶持我。他和师娘喜添麒麟儿，我自然是要去贺礼的。谢家那对龙凤胎可取好名了？取了，姐姐名灵，小名兔儿，弟弟名寻，小名尼儿，都是好字。那岂不是和灵儿撞名了？我记得陈姑娘是钟灵毓秀的灵，兔儿妹妹是平陵的陵。音一样也不成，灵儿是你的正妃，日后是要坐那个位置的。谢之让又不是不知道你要娶灵儿，还给自己女儿取名谢灵，是什么意思？儿臣从未说过要娶陈姑娘为妻，而且就算是母妃您说的那样，兔儿妹妹也不算是和她撞了名讳，没道理就让兔儿妹妹改名字。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，就可以不听母妃的话了，亡我对你的一片真心？母妃这般说，儿臣心中不是滋味。难道在母妃心里，儿臣就是这等忘恩负义之人吗？儿臣不想娶陈姑娘，是因为想用正妻之位拉拢人心，是想着外祖父和舅父待我情深义重，可以彼此信任。可是您一定让我娶陈姑娘，难道是您和陈家都不信任儿臣吗？他能说他不信七皇子吗？不能。皇儿，你多心了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。母妃信我便好，儿臣心里就放心了。那贱人呢？还在七殿下身边呢。瞧着七殿下对他很是宠爱，这个档口还不能收拾他，万一让皇儿和我离心就不好了。把人给本宫盯紧了，万不能让他怀上孩子，且让他得意去吧，有他好看的时候。阿竹，静远，闻着海棠花开气息，寻着风和日丽云际，杏花雨晴拂衣，东边晴西边雨落，满目江楼不胜枚举。我泛舟一叶静谧，一灯一桌一酒一画笔。太子彻底被迫接受自己不行了的这个事实。他如今和阉人无异，性情更加暴虐，也更爱折腾人。东宫之内经常悄悄抬出小宫女凄惨的尸体。不够，不够，还是不够，都是那个贱人害的。太子妃乐得看太子这么痛苦，面上却是一朵笑意盈盈、温柔小意的解语花，成功把四皇孙抱到自己膝下抚养。日头东升西落，很快便到兔姐和尼哥的满月里。这一日的宁安侯府门庭若市，宾客如云。不管这些人心里是怎么想谢之让的，谢家发了帖子，他们就必须协理登门。谢之让也不管他们怎么想，宾客来了，笑着给他敬满月酒，他便来者不拒，全当是给兔姐、尼哥姐弟俩积福。
少夫人，陈家姑娘来了。也不知道那陈贵妃是怎么和皇帝说的。总之，她讨来了皇帝的赐婚圣旨。陈玲总归是名义上的七皇子妃，江蜜便不能不见她。请陈姑娘进来吧。师娘不必如此多礼，您是长辈，而且还坐着月子呢，实在不必这般拘泥于礼节。我今日来是有一事想请师娘帮忙。七殿下年幼时便得谢指挥使的教导，对您也是多有亲近，几乎是将您看作自己母亲呢。陈姑娘这话可是不妥，七殿下的生母乃是已故的德妃娘娘，养母是贵妃娘娘，我不过是托大应殿下尊称的一声师娘。师娘您过谦了，近来殿下同我姑母闹了矛盾，殿下同您亲近，您便帮忙劝劝殿下吧。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呢。他俩是因为你吵起来的，你跑到这里来充什么好人？这么能耐，自己解决去呀。陈姑娘，我们外人哪里好插手的呀？说来殿下会同娘娘置气，还是因为陈姑娘你呢？这冷不丁的搬了道圣旨，七殿下估计就是没反应过来自己要有妻子了。可陈姑娘你这般花容月貌，才情兼备，定然是能让七殿下满意的。等你让七殿下消气了，他们母子俩可不就重归于好了？还是得陈姑娘你努力，做一位让七殿下满意的七皇子妃才是呀。你觉得呢？谢淑人，老奴今日随姑娘来您这儿走一趟，也是贵妃娘娘有些话想说给您知晓。嬷嬷请讲。娘娘说了，您家千金的名讳和七皇子妃的名讳撞音了。我家玲姐的名讳已经是上了族谱，告过天地祖先的，这轻易就改，也是对祖宗不敬。我一介妇道人家也做不了主。话老奴已经带到，还请谢淑人和谢大人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，滚回去告诉陈清颖，别青天白日就开始做梦，再敢来提改名的事情，我便亲自去和陈大人聊一聊，该给他闺女改个什么名更好。滚！这陈贵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没坐上那位置呢，怎么就突然抖了起来了？忒嚣张！我和你说个事儿，你别生气啊。好。陈贵妃可能宣我啊？我说陈贵妃好像对我有意思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知道啊。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怀孕3、4个月的时候吧。那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我怕你太激动嘛，乖乖。净给我招蜂引蝶，瞧瞧，因爱生恨了吧？哼！哎呀，别生气了嘛，阿蜜，我也不想的呀，你知道的，我的身子，我的心，可都是你的，你理理我吧。好阿蜜，好乖乖，好宝，心肝，你理理我吧。哎呀，你真烦人，哪学的呀你？和你学的呀，乖乖。乖乖，我难受，乖乖吧，好不好？元娘不是在坐双月子吗？怎么这三郎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这个时候同房，对元娘可是大大的不好呀。三郎，
娘叫你呢。我没听见。等一下，他远远，一双鸳鸯戏在雨中的水面，就像思念故里同昨天。你不讲信用。阿蜜，我知道错了，小的给夫人捏捏手，可好啊？这还差不多。夫人伺候我一回，我便能高兴许久。这回是我放肆了，下回小的伺候夫人如何？油嘴滑舌的男人，哼！雁铃叮咚催我来听一场暮色烟雨，听三分春色绵绵十里，泛清千涟漪。纸伞轻雪仍有余地，映出苔痕新绿。嫌那桃花沾雨落你衣襟，情切不敢语。
元娘还在坐月子养身体，你别胡闹。要是元娘有个什么不好，我饶不了你。没胡闹，真没有？真没有。元娘就是太惯着你了。这些话谢之让乐得听，他是没脸没皮惯了，被骂几句无所谓，反正他们婆媳两个关系好就成。昨日陈氏和那嬷嬷来闹了一通，回去七殿下便和陈贵妃闹开了。会不会有影响或连累你啊？问题不大，吵归吵，他们自己知道当下最重要的是什么，随他们去吧。陈家心怀鬼胎，七殿下他自己心里有数。陈家硬逼着七殿下娶陈灵，难道是想架空七殿下？七殿下身边那妾室不是怀孕了吗？陈贵妃那边要是找你，你帮她瞒着点。太子呢？谢之让没在他面前提过有关太子的一个字。你是不是很介意那件事情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你是我的妻，我的长珠，我疼你还来不及，哪里会介意这种事情？我不说，只是不想你去想那些不好的事儿。我不怕他的，他也没对我怎么样。好，我们阿米最厉害了啊！不哭了，还坐月子呢，对眼睛不好。忍不住嘛。你看看，又哭又笑，尼儿都在笑你呢。你看他的眼睛圆溜溜的，像不像你？你说兔儿像我也没什么，可是尼儿怎么也像我呀？他眼睛没睁开的时候倒还像你，眼睛一睁开怎么就像我了呢？他是男孩子，像你才能好看些呀。像你好，像你好看。油嘴滑舌，就会哄我。江蜜在家安心将养身体，外面却是闹翻了天。七皇子那头忽然病了，有高僧批命说七皇子不宜早早娶妻，否则会妨碍他的身体。陈家、七皇子、皇帝吵吵嚷嚷，闹成一团。混账，一个两个，朕当朕死了是不是？什么命格有爱，他还不是为了一个妾？朕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不出息的东西？还有太子，他怎么不干脆死在女人的肚皮上？都是混账！子夜啊，还是你好，朕这几个儿子是都不如你啊。陛下抬举微臣了，七殿下还是个孩子呢，都是有您撑着，他才敢这般放肆。他是个什么孩子？也就是谢庆整日里护着他。太子呢？微臣不敢妄议储君之事。朕人说了，求贤问道已落，罪该是逍遥自在。朕是被这俗世凡尘给牵制住了手脚，才久久不得其法。朕为这天下黎民百姓操劳一生，也是该放手了。陛下，朕当年坐上这个位置，是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，更换储君，那是动摇国之根本，会使朝堂生乱啊！朕不想自己的儿子自相残杀。你如今已为人父，当时能理解朕的这一番苦心才是。朕知道你因为你的妻子对太子生了怨，但是成大事者不该为儿女情长所左右。太子那里我会替你和他说好的，该有的脸面我都会叫他给你的，不该动的心思我也会让他收回去。子夜啊，日后你要替朕好好的辅佐太子。老七那边你也劝劝他，他毕竟是朕的皇儿，朕不想把事情给做绝了。陛下，当年您于危难之中提携微臣，让微臣掌管锦衣卫，这么多年您屡次在朝臣面前维护臣、包容臣，这份恩情微臣无以为报。陛下，臣定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。好啊，子夜啊，你先回去吧。风吉，让人去把太子叫过来。让人盯着，那父子俩说了什么，一字一句都传回来。
世子，您要找的人已经到了，带上他们去护国寺。这些人是谢之让不远千里寻来的修佛匠人。谢之让不过是一介臣子，他想让他死，他有什么资格活着？那老不死的居然还叫自己给他脸面，谢之让凭什么？等他登上皇位，他要先将江密充作奴籍，亲自折磨，然后扔到军营里去做军妓。他要让谢之让生生看着他捧在手心里的宝贝是怎样受人折辱。当务之急是要坐上龙椅。那个老不死的东西一心想着谢之让和老妻，从来没将他这个太子放在眼里。让苏茂过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佛祖见谅，非是我不诚心，迟迟不来还愿，而是一时没有寻到合适的匠人。当初向佛祖许诺，若佳期生产顺遂，平安无虞，定为佛祖重塑精神。如今匠人已至，我一刻不敢耽搁，前来感谢佛祖保佑。云烟吹不散，千山此愿万年间未变，到今你化为一念，往事过眼，转身释然。决然因星火相牵，纵然若回忆无憾，了然无愧于心间，相守而死，方觉无憾。甘愿从你指尖借来趟过万载的光颜，任沧桑流变，千山里相见。深恩不言，只盼能传承，之后记着肺腑之间，将稀释一遍再重燃。我将承你所愿，吩咐尘烟，烛光而向前。虽知行路难，也必敢一担。身后定有万千清澈双眼，为你把世界看遍。或行不息，便生生年年。他怎么那么傻呀？套车去护国寺。来往我不孤舟，是善了，是心了，心若了时，何时锁眉头？旧友旧友尽在风，花外楼留下舟。大人，宫里传，出去再说。是。梦也梦也梦不到，风萧萧，雨迢迢。梦也梦也梦不到你笑，梦也梦也梦不到路遥遥，静悄悄。梦也梦也梦不到你啊。第一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。
第二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。但曾相见便相知。阿蜜啊，你月子还没做完呢，怎么出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山上风大，莫着凉。你疼不疼呀，夫君？不疼。要不要让人抬你下去？慢慢走，不碍事。你先坐轿子下去吧。我陪你。听话。我在山下等你。好，你去马车上等我。今日皇帝叫我过去说话，有那么点托孤的意思。多敷一会儿。好。那他想让你照顾谁？太子。既然要传位给太子，做什么把七皇子立起来和他打擂台？他一会儿让你跟着七皇子，一会儿让你跟着太子，他把你当成什么了？皇帝不像皇帝，爹不像爹的。他就是将我们看作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罢了。今日他将太子叫过去训斥了一通，事后我又让人把今日皇帝说的话半真半假的透了些过去，一切都快结束了。阿蜜，太子那边我反而没那么担心，我担心的是陈贵妃，她和七殿下之间矛盾重重，又对你，现在大家彼此间维持表面和平，全是因为有太子这个外敌，一旦七殿下起事成功，这些问题便全露出水面。届时你，子夜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阿蜜，我不会有事的，你和兔儿、妮儿还需要我呢，我会小心的。你不是喜欢赏花吗？等日后闲了，我便辞官带你去游玩。春日去苏州的桃花坞，夏日去西湖的曲苑风荷，咱们可以在杭州府一直待到秋日，然后去满家弄看秋香桂子，等到冬日我们就去成都府的浣花深处。好呀，那你可不能食言。好，一定带你去。喂，方才我可是把我的私房钱都给捐出去了，日后可得劳夫人养着我啊。您看小的这张脸每个月能值多少银子啊？你怎么那么贫呢？我嘴贫，夫人不会扣我钱吧？好了，我不告诉你，就是不想你这样嘛。本是好心，却又惹你哭，我心疼呀，乖乖。可是我也心疼你呀。那等过2日，你出了月子，好好补偿我可好？我可想你了，好不好吗？啊，乖乖。那之前你一直不肯答应的那个小狐狸和书生，山匪与寡妇，老爷和乳娘，小娘。谢之让，你要不要脸？你就是天下第一不要脸，我就不该理你。一天天的哪看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画本子？以后每个月我就给你发5两月例银子，我看你拿什么钱去买那些不着四六的东西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好乖乖，1个月5两银子，是不是太少了？20两吧。朝堂之上又没什么官员会请你喝酒，你不用和他们去酒楼，一应吃穿用度我都替你准备好了，有什么值得花销的地方？还是说你要去喝花酒啊？要是去青楼，那5两银子是不够的，我该给你准备多少银钱呀？谢大人。啊，够了，就5两，就5两。初雪乍起，埋怨空知嫌太急，抖落一身清气。相随风停，闲窗帘角窥世纪，正道千里风影。
朱茂是东宫的一位属臣，也是近来他最宠幸的臣下之一。父皇叫姑过去说话，话里话外都在指责姑不该不给谢之让的脸面。此事你怎么看？殿下，微臣昨日听到一个消息。苏大人直说便是。七殿下似乎是有后了。什么？和老七相比，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有4个儿子。可是现在老七居然也要有后了，而他还被江密那个贱人伤及根本。一定要让他胎死腹中。殿下，除了这个，难保不会还有下一个。依微臣之见，只要殿下夺得大宝，那腹中的胎儿便不足为惧。废话，我若能坐上皇位，我还用得着问你吗？殿下慎言。你怕什么？那老不死的东西早该滚下去了。本宫才是这天下之主。去叫淮阴侯过来。是。这太子当真是受不得一点刺激。哎，你说兔儿和尼儿是不是生反了？这方才尼儿抓我就和挠痒痒似的，还是兔儿的劲儿大得多。都胖了，裙子都穿不上了。哪里就穿不上了？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瞧这里都不能严丝合缝了。是你穿裙子，又不是裙子穿你。你觉得这样不好看，那就叫绣娘来做新的，柜子里那些都扔了。可是阿蜜，你是嘴撅的都成小鸭子了。好了，我错了，乖乖。阿蜜啊，你现在一点都不胖，在我眼里啊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真的？我骗你做甚？好吧。阿蜜啊，你上次答应我的那个乳娘什么时候兑现承诺啊？老爷，我是夫人招来服侍小公子的，您不能这样。烟花落尽呀，迎上一壶茶，梦里寻红妆，一袖月纱。一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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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画，一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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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茶，浮生余生心生生生如儿水情映苍花，数着一遍一遍一遍春花落，一语一滴一滴滴答轻锁，过尽万家灯横火，岁月扬风风随漂泊。烟花落尽呀，迎上一壶茶，梦里寻红妆，一袖月纱。正是落花，如在水心呀。烟花落尽呀，迎上一壶茶，梦里寻红妆，一袖月纱。正是落花，如在水心呀。
宁安侯府内一片祥和，谢之让将所有风雨尽数阻挡，府外悄然发生着变化。皇帝罢朝的日子越来越多，一应大事全都交托给谢之让。然谢之让这本应该站在七皇子身边的人，却忽然和他划清界限。但谢之让也不算多维护太子，反而是对小小年纪的大皇孙多有袒护。朝堂之上，渐渐开始出现谢之让狼子野心，意图谋朝篡位的流言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此等言论甚嚣尘上。这大皇孙到底流着谢家的血，说谢之让想越过太子扶他上位，自己做摄政王把持朝政，绝不是空口胡诌。有不少敏锐者闻到了风雨欲来的气息，纷纷开始夹紧尾巴，扎紧门篱，小心做人。也有刚正不阿者大力抨击谢之让这等佞臣。京城之中风雨飘摇，终于在一大雪纷飞之日，皇帝不行了。陛下，滚！他只以为谢之让是心腹，是他可以信任的人，却不料他竟然给自己下毒，他竟然敢将自己囚禁在这乾清宫中，将这反贼压下去。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那个下棋的人吗？朕待你不薄啊！你这乱臣贼子，你敢弑君，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？我这脊梁骨可是早就让人给戳断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是不是因为当初朕给你下毒，所以你心生怨恨？朕当时就不该心慈手软，朕就该将你宁安侯府满门抄斩。若只是因为这个，我还懒得和你动心思。你不该打我妻子的主意，你就因为朕拿他算计你，你就要朕死？若只是因为这个，我没想给你下毒，只是想让七皇子将你拉下来罢了。但你不知道，因为你给我下了毒，导致他怀上我的骨肉时，也身中巫毒。我可以死，但他不可以。他难道就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吗？我从不在意这身躯壳，我只在乎他。谢之让，你就为了一个女人要弑君，还是一个朕赐给你的女人？弑君？你想做什么？放消息出去，陛下回光返照，写下遗诏，意欲传位给七殿下。谢之让，你把他嘴给我堵上！你敢？我是皇帝，我是谢指挥使在此处，所谓何事？我作为陛下最信任的臣子，自然是要在陛下床前听一听他的临终遗愿的。遗诏在哪儿？哪有什么遗诏？
你若不信，自己在这宫里找找便是，问我做甚？本宫知道你想越过我，直接扶持大皇孙坐那个位置。是你说他是谢武和一猎户生的孩子，他不是皇室血脉。我就说当初是你自己往自己头上戴青巾，你还嫌我羞辱你？怎的？今日是觉得这青巾戴不住了，想摘下来了？锦衣卫指挥使谢之让意图谋反，给我将这个乱臣贼子拿下！不可能！他点了京郊大营2万兵士直入皇宫，将宫中所有守备都给替换了。谢之让仅仅只是一个锦衣卫指挥使，他没那么多人手和自己抗衡。遗诏呢？你给他下了哑药？可不是我，他自己炼丹，不知道吃了什么，吃哑了。我也问不出遗诏在哪，估计就是没有吧。写，给我写！写你传位给我，写！殿下，实则生变，他不写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微臣为殿下准备了一位奇人，能模仿他人字迹，左右殿下已经拿到了传国玉玺，何不让那人模仿陛下的字迹？他的儿子居然敢弑父！你要干什么？关门自然是要打狗。本宫有2万人马，仅凭这些人，你就敢对本宫动手？能碰上你这种蠢货，真是晦气。东华门那边是你故意放本宫的人进来的。这些事情你自己去地底下慢慢想吧。当初我初入锦衣卫，学的最好的便是这凌迟之刑。凌迟用的刀须得又薄又锋利，轻轻一下就能插入你的皮肉之中，而后割下薄薄一层，那肉片放在蜡烛前，甚至能透出火光。太子殿下这把青骨头能在我手里撑多久呢？瞧瞧这身细皮嫩肉，一刀一刀片下来喂狗，既浪费了你这身皮肉，又浪费了我的刀工，可惜呀。哎，左右殿下在诏狱也是要吃东西的，不如这样吧，就把那些从你身上片下来的肉涮了给你吃，如何？谢之让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不得好死，你也得下地狱。你就在阴曹地府等着我，看我下去怎么让你再死一次。太子杀君弑父，逼宫谋反，七皇子于危急时刻秦王救驾，然在路途中与叛军厮杀，救驾来迟，陛下临死前留下遗诏，传位于七皇子，将这不忠不孝之徒关入诏狱。自此一切尘埃落定。你看那远山，沿途窗晚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成长人万众，挥手之万万岁！七皇子顺利登基，改年号为元宁，为其君父请封谥号为景哀帝。都是不足。
追封其生母德妃为敬德皇太后，封养母陈贵妃为太后。离开那远山，册封妾室何氏为淑妃。为自己一众兄弟封王，其中11皇子封号为顺。12皇子封号为福。褫夺太子封号，赏一杯鸩酒，将参与逼宫谋反之人满门抄斩。残阳风萧萧，万里遥不战袍。山小水小，醉里马蹄太吵。烈酒心头焦，烽火狼烟荒野烧。风萧云抛，豪气游荡云霄。世间难得逍遥，有自诩桀骜，在利人手坚强。听罢一曲洞箫，再听风呼啸。不理朱颜老，只恋绣春刀。不安凌乱，风风落竹叶飘。莫再寻烦恼，莫要弄江潮。水滔滔，浪喧嚣，何时了？过了，今儿没空。哎呦，这位公子长得这么俊。同年，皇帝下旨尊锦衣卫指挥使谢之让为太师、太保，告封谢之让之妻江密为夫人，至2品。元宁2年的2月，依旧寒冷。啊！我不想回去，姨姨救我！嚎什么？要是吓到托尔尼尔，我打烂你的腚！你凶什么凶？哼！你瞧瞧，兔姐儿都笑了，她这是舍不得我走呢。头疼，他觉得自己不只有俩崽，而是3个，哪有一个王爷天天赖在别人家不肯走的？姨爷，我不要走嘛，我就想待在您这儿。那殿下为什么不想走呀？因为我舍不得姨姨呀。您这儿有阿婉姐姐，有兔儿、妮儿，我不要回去嘛。南府上冷冰冰的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一点都不想回去。你已经10岁了，撒什么娇？再耍赖，你给我滚回你的封地去！姨姨，你疼疼我吧，可怜我孤寡一人在那府上，没爹没娘，真是凄惨呀。好，你留在这里嘛。姨父，你最好了，姨姨都让我留下来了，你也让我留下来好不好啊，姨父？你姨姨都说让你留下来了，我说不准还有什么用啊？那虽然没用，可是我想你真心实意留我呀，姨父。黏黏糊糊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
殿下，咱们可得说好了，你留在这儿可不能不做功课的。上次你就在这里待了几日，结果功课一点都没做，陛下抽查你的课业，你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，小心陛下把你关在宫里不让你出来。皇帝给瑞王封王以后，便为他亲自挑了一座府宅。其实瑞王本应该直接去封地的，但皇帝想着瑞王才10岁，到底年纪小，便留他在京城看顾着。那么大一座府邸，只有瑞王一个主子，冷清极了。你啊，别老是惯着他，本来就无法无天了，有你撑腰都能窜到天上去。他就是不爱好好做功课，因为课业的事儿，不知道挨了陛下和韩大人多少顿臭骂了。你倒是稀奇，骂他这个骂他那个，却从未在功课上骂过他。哼，他故意的，他不比陛下蠢笨，就是贪玩。他和陛下？他们兄弟俩倒是没事儿，但陛下那边还有个太后撺掇呢，人心易变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他做个富贵闲人挺好。说不定就是咱俩杞人忧天呢，他们兄弟俩到不了那一步。陛下如今是天子，再不是以前的七殿下了，你也得当心些。放心吧，阿弥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前些天去宫里看淑妃娘娘了，前朝后宫都盯着她的肚子，她和陛下也难过。好在国丧期间，陛下还能拖着不立后不纳妃，不然他俩且有的烦呢。不提他们了，正好那臭小子在，就让他看孩子，我带你去酒楼吃酒。这个天儿还要吃全羊宴，最好是配铜锅涮肉的那种。好，只要是你想吃的都有。他以前是不喝酒的，是有一次谢之让逗他，趁着他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，拿着一点清酒骗他当做水喝了下去，结果自己回味半天，却喜欢上了那味道。江蜜就是那种酒量差瘾还大的人，偏偏这酒楼酒的种类繁多，只觉得每种都想尝一尝。谢之让小二把这酒楼里的每种酒都上一小壶过来。我喝不掉呀。哎呀，就给你尝尝味儿，剩下的我喝。一下子喝这么多酒，对你身体不好。那就少喝点，带回去给家中护卫。乌橙酒，罗浮春，景枝高烧味绵甜，竹叶轻斩微微苦，当炉闻菌阵阵香。南竹琥珀比金匣，葡萄美酒赛赤珠。若是辛辣刺激的，他便眉头轻皱，而后将酒杯放到谢之让手里；若是软绵甘甜的，他便眉眼弯弯，多喝几口。一边用肉吃菜，一边品尝美酒，很快江蜜的脸便开始变得红扑扑的。等到一顿全羊宴吃完，这娇娇儿的肚子圆了，眼神也迷离了，傻乎乎盯着一个点儿直发愣。这次可是喝畅快了。往日的江蜜都是鲜活灵动的，此刻这般呆呆傻傻、憨态可掬的娇模样，便更叫谢之让稀罕。还认不认识我是谁啊？认识呀，你是清源妙道真君。你为什么觉得我是杨戬啊？好看，因为你好看，真君也好看。真君可是神仙，你这般轻薄于我，可知该当何罪啊？飞鸟眼寥寥，年少心事无好，没罪没罪，那我带你回家。要背还是要抱啊？要背。好，背你。我的马去哪儿了？我的马呢？你还我马！哎，
咱们到家了，马儿被关到马厩里去了。不是那个马，是金花太子的银河马。你这小贼，把我的马偷走了，我要让我夫君把你抓起来。江蜜口中的银河马，怕就是他自己吧？让你夫君抓小贼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夫君是谁呀？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夫君呀？我夫君乃英烈昭惠清源妙道。夫泽星际二郎显圣真君。对，他可厉害了，有3个头，6只手，一手一个小毛贼。3头6臂，那是哪吒呀？贯口二郎哪来的3头6臂？你这小马，谁准你说话？你快走呀，马！乖乖，我带你骑马好不好呀？可我就是在骑马呀。哎，不一样，是那种你想快就快，想慢就慢的骑马，比这畅快呢。这是什么呀？等会儿你便知道了。你干什么呀？龙月之夜，灯摇曳，雨点忽明忽灭。茶几荒野，木屐轻缓，游湖云平线。玉手一挥，古书声，樱花如故，如梦如幻。幽冥隔夜，映红颜入魂，一情一回一盼。朝夕的羁绊怎么切断？往生残年化蝶，这飘零世间寄托3000年，飘来乱雨胡言，吹梦到云端。江蜜这一觉睡得极为酣畅。没脸见人了。醒了，乖乖哟，看来是没忘呀。那还想不想骑马呀，乖乖？你闭嘴！哎呀，在里面闷不闷呀？阿米，陈安。哪里还是清晨呀？都快晌午了呢。那午安。午安，夫君。门口有人叫你进宫呢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宫里来人了，怎么不叫我呀？急什么？你睡得好好的，叫你干嘛？是淑妃派人来找你，不用担心，等便让她等了。那也不行，君臣有别。你放宽心，我已经让人去和淑妃说过了，说你还睡着呢，不用等你。这还不如不说呢。你等我回来和你算账。哼！
当初朕登基时想为先生封侯，您不肯，只说他风头太盛。如今您和舅父为何要在朝堂上围堵他？陈家为何又对先生步步紧逼？他锋芒毕露，难道就不该敲打敲打他？先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稳固朕的皇位。你太天真了，他那是为了他自己。你知道你父皇是怎么死的吗？自然是朕那位兄长做的。他是个蠢货，但不代表他就有胆子杀君弑父。你道他为何突然暴起杀人？那都是谢之让做的手脚。他在乾清宫的香炉中点燃能使人狂躁的药物，又故意用言语刺激废太子，这才让他愤怒之下杀了你父皇。你以为他谋划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？错，他全是为了他自己的一己私欲。因为先帝曾用药物控制他，他就怀恨在心；因为废太子觊觎他的妻子，他就恨不得废太子去死。一个是皇帝，一个是太子，得罪了他都不能有好下场。谢之让死人嚣张跋扈，暴力自摧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你若是如你父皇那般信任他，宠信他，你父皇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他手握锦衣卫，进出这皇宫如入无人之境。即便是不为你自己，为你那未出世的皇儿，你也该提防他一二。我还有陈家，才是真心实意替你着想的。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哀家的一片苦心啊？权力之下，他就不信这师生二人能真无芥蒂。只要除了谢之让一个皇帝而已，不足为惧。到时候他陈家就该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那贱人怎么样？回娘娘，没什么异常。我让你找的人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娘娘，奴婢都安排好了，只等您吩咐。好，别以为怀上龙种就能万事大吉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命熬到孩子生下来。太后会用此事来挑拨离间，便是觉得皇恩浩荡，不管雷霆雨露都是君恩。谢之让就该和个没情绪的木傀儡一样，全都受着。他居然敢对皇帝有不满，那简直就是罪该万死。可他是人，怎会没有情绪？是先帝和太子不仁在先，怎可怪他不忠不义？淑妃呢？回陛下，娘娘正在和谢少夫人在长乐宫说话呢。摆驾，长乐宫。皇帝后宫如今只他一人，太妃倒是一个个多得很，倒也不算太清冷。但那些是长辈，又各自心怀鬼胎。和淑妃除了和孟太妃有些话好说，和其他人都没话讲。你看不上我，我看不上你的，坐在一起也没意思。您如今怀着身孕，我在家中也时常惦记，身子可都好，孩子可有闹您？都好都好，他可乖可心疼我呢，我一切都好。娘娘，您上次不是说想给孩子做一条百家被吗？我就把我家淼哥小时候盖过的被子捡了一些过来，希望咱们小皇子平安健康呢。我就是随口一说，师娘您居然记得，还送布料给我。哎呀，又是我赢了，给钱给钱！你都要把我的月例银子全都给赢走了。这点银子和您赢的比起来，那可是九牛一毛。那还是师娘赢的更多，我今日都是办了回散财童子呢。钱散出去，福气收回来，这是给小皇子积福呢。母妃啊，我就爱听您说话呢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陛下，我们打牌呢。你们还赢钱呢？小赌怡情，小赌怡情嘛。师娘，看眼珠子都没先生这般看得紧的。他就是孩子脾气，横竖是不会遮掩的。那也是先生敬重您，疼爱您呢。先生同师娘的感情真好，少年夫妻成婚8载还这般恩爱。外人知道先生如何爱重师娘，却不知师娘也待他极好。他俩这性子是真互补，真好。不用羡慕他们，咱俩也这么恩爱，这么好。你今日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皇儿可乖呢。乖就好，要是不乖，看他出来我怎么打他。我可不准你打我的心肝宝贝儿。皇儿是你的心肝肉，我就不是吗？竹儿，你都只疼爱皇儿，不疼爱我了。哎呀，陛下也是我的心头肉，我疼爱你还来不及呢。我看你可比看我的眼珠子还紧呢。你给皇儿取名取得怎么样了？都过去好几个月了呢。还没呢，我的皇儿是这天下鼎鼎尊贵的人，可不能马虎。行，那陛下慢慢想，一定为咱们皇儿取一个顶好的名儿。
昨夜摘香风，春雨借前世半情。今朝山寺恰出清湖面杨柳地。耳边软语细细舞，遍声色里。且以芳草花素并持茶去。太后和皇帝说完那番话没几日，皇帝便下旨改立谢淼为宁安侯府的世子。其实这事儿是谢之让一早递了折子上去的，但先帝不知怎么想的，给压了下来。如今这个档口发这么一道圣旨，太后和陈家只以为那几句挑拨的话起了作用，皇帝和谢之让生了下戏。陛下，您这是要拉谁下马呢？先生，鬼谷子有云：去之者纵之，纵之者成之。陈家虽扶持朕有功，但他们一心想让朕娶陈氏女，好让他诞下嫡子，而后借着这孩子夺权，朕不得不提防他们。王莽代汉，霍光专权，皆是外戚干政导致的恶果。朕不想这朝堂再受动荡。那你想让陈家落得什么下场？年幼时，武后待朕极好，陈家舅父舅母也将朕当作外甥一样疼爱，而且为了帮朕登上这皇位，他们付出了许多。宫变之时，陈家一位表兄为了保护我而牺牲，朕永远都欠陈家一条命，所以朕不想对他们赶尽杀绝。而且朕刚登基不久，若此刻对陈家下手，难免会寒了一些旧臣的心。朕就想纵一纵他们，而后劝外祖父治世，再贬了几位舅父的官职，远离权力中心，他们应当就不会这般痴狂。我、韩赞还有先帝都忘记教您一件事：子不掌兵，人不从政。您自己想清楚。外间不管说什么，谢淼被立作世子的圣旨一下来，上门打听婚事的人便多了起来。怎么了？我这张脸，谁惹你不高兴了？都是来打听淼哥婚事的，人家上门来，总也不好冷着一张脸不是？你瞧瞧，我脸都笑僵了。哎呦，小乖乖这么可怜呐！那些人啊，你不乐意见就不见了。他要想娶媳妇，让他自己找去。算了，他眼神不好，还是别找了，做个光棍汉吧。你就贫嘴，淼哥今岁16，是还年纪小，但祖母的意思是可以相看起来了，慢慢挑着。家世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品性。现在相看着，也不至于日后淼哥年纪大了，一着急就两眼一摸黑，娶个祸害回来，搅得这家宅不宁。反正相看归相看，你别累着自己了。我是没什么，可重点是淼哥呀，他是不是被那刘氏给吓到了？我这2天和淼哥说相看的事儿，他总躲我，而且我还问了婉姐，婉姐说淼哥他在外头碰到小娘子，话都不说一句，甚至是要躲开去，生怕和谁扯上什么关系。你若不然去他那边探探口风。阿米，我是不是真的老了？不老，一点都不老。在我心里啊，阿米永远是18岁那年刚嫁给我时候的样子，是这世间最好看的姑娘。那件事情也才过去1年多，淼哥心里过不去很正常。
我不该总是去问他的。他若不想相看，那便不相看了，我不该逼他的。倘若是我爹爹娘亲一直催我相看成亲生娃娃，我怕是也烦呢。你肯管他，替他着想，他该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能一直躲你？你别总惯着他。阿蜜啊，我一定是十世大善人，才有你这么好的姑娘做我的妻子。开春了，天气渐渐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风飞翱翔兮，四海秋荒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风飞翱翔兮，四海秋荒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风兮风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黄。是为鱼兮无所讲，何无尽兮生死汤。有言淑女在闺房，时而人下独我长。何愿交尽为鸳鸯，忽写航兮共翱翔。黄兮黄兮从我起，得脱滋味永为非。交情同一心和谐，终夜相从执着水。
双翼举起放高飞，不敢我似是与悲。大人，阿敏，你在家将门看好，我进宫一趟。家里的事儿你尽管放心，你去吧，小心些。嗯。这天还得接着变呢。陛下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去仁寿宫看人吗？杀了之后呢？陈首府乃3朝元老，便是曾德清还在时，他在内阁的地位也不比他低多少。您毫无证据的便杀了他的女儿，陛下可有想过，陈大人在朝堂之上会如何刁难您？更别提陈家经营多年，在朝中关系盘根错节。即使当初您和废太子斗法，也没从曾家入手。您以为凭您如今的实力，能斗得过陈家吗？而且无论如何，太后也是您的养母。您今日去仁寿宫杀了人，明日便该有万千学子大臣跪在宫门外，痛斥当今陛下的不仁不孝，德不配位。届时各路人马蠢蠢欲动，那这天下就等着大乱吧。去吧，臣替您开路，您什么都别管，去把太后杀了吧。哼，今日杀了太后，明日便被人从皇位上拉下来，然后死人一样看着陈家耀武扬威。陈家死了个女儿又怎样？他们当初能挑你，就能挑别人，反正先帝留下的儿子那么多，总能有一条路达到他们的目的。哎呀，珠儿，你不能扔下我，你说过要一直一直陪着我的，咱俩要共白头的，你不能扔下我，珠儿。陛下，对不起，没能一直陪着你，我要食言了。珠儿，
珠儿，珠儿！元宁2年的3月，淑妃何氏薨，一尸2命。陛下已经4日没有上朝了。陛下乃是一国之主啊，怎可这般拘泥于儿女情长？此非明君之相啊！陛下是天下人的陛下，可不是那淑妃一个人的陛下。他就是个祸水啊！死了还要勾走陛下的心思。世人都是爹生娘养的肉心肠，偏生你们几个，要么是心肝脾肺肾都被狗吃了，要么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满嘴喷粪。我看不如就让锦衣卫去各位大人家里杀了你们的妻子，摔了你们的孩儿，看你们还有没有心思来上朝。你简直犹如斯文。再啰嗦我就让城里的夜香郎把收来的秽物全往你嘴里倒。陛下今日要上朝了，朕欲追封淑妃为皇后，以皇后之礼安葬。陛下，淑妃娘娘乃宫女出身，地位卑微，如何能成为皇后啊？陛下三思啊！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皇后乃一国之母，元后地位更是显赫，怎能令一介宫女为后？万望陛下收回成命。你是陈首府的座下门生，你是陈首府的小女婿，你是陈首府的外侄儿。淑妃为人孝敏端庄，仁德温惠，她难产而死，带着朕那未出世的皇儿一尸2命，朕心中悲痛，想追封她为皇后，以做一点小小的弥补，可这竟然还须得征求你们的同意。朕这皇位不如你们来做吧。他是要干什么？外祖父，这是朝堂之上，他疯了。您就看在朕死去皇儿的面子上，让他们都松口吧。陛下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朝堂是陛下的朝堂，这大臣是陛下的大臣。微臣亦是您的臣子，绝不敢造次。皇帝此番舍下帝王脸面，以退为进，逼他一把。倘若陈立峰真应了，那谢之让就该从宁臣的位置上退位让贤，让他来做这奸佞了。他这是在逼谁？皇帝立淑妃为后，哪怕淑妃已经死了，她也是元后。日后皇帝再娶妻，那便是继后。陈陵永远都要被那个贱人压一头，这是明晃晃踩他们陈家的脸。娘娘，你消消气，老太爷的意思是这件事儿就随陛下去吧。淑妃死了，皇子也没了，陛下未尝不知其中有娘娘您的手笔。陛下身后到底还站着谢太师，倘若将他逼急了，咱们谁也落不得好。先帝元后当初是不是让姜氏领了一个宫女回去？是，去和那人取得联系，把人给笼络过来。娘娘，那位姑娘一直待在宁安府里不出来，谢家上下铁桶一块，咱们的人轻易进不去啊。进不去，那哀家就让他出来，去把那人在宫里的经历
全部给哀家查清楚。江密、谢之让，我就不信你们真能恩恩爱爱过一辈子。自家后院起火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心思去管皇帝？皇帝执意要追封淑妃为皇后，还借机将乾清宫上下大换血。此事本就是陈家理亏，他们虽心疼那些眼线，但到底没多说什么。皇帝下旨将长乐宫封锁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元宁2年3月，淑妃何氏被追宗为皇后，谥号明懿。待我熬尽所有苦，许你一生归宿。随着时光流逝，明懿皇后的死带来的波澜渐渐平息。待我荣华有归附，许你两个小公主。待我不再问前路，许你一世知足。暮春时节，太后宣召江密进宫，还特意叮嘱她把弄熙姑娘给带上。这是江密生了孩子之后，太后第一次宣召她。皇帝和明懿皇后宣她入宫时，都会让轿辇接送，以免她劳累。便是太后还是陈贵妃时，为了表示亲近，她也是会为江密准备轿辇的。如今陈贵妃成了太后，倒是丝毫不掩饰了。谢夫人免礼，快快入座吧。哀家还有几位夫人，可就等你来呢。这声音轻柔和悦，话却是说的不好听，直指江密是个骄横跋扈之人。那也是太后娘娘心疼臣妇呀，您特意叮嘱不着急，待40倒也来得及。娘娘您这般真心实意心疼臣妇，臣妇心里可高兴呢。反正这球是踢回太后身上去了。唉，你也是个实心眼的。罢了罢了，不说此事了。今日叫你们一起来啊，也是有人求到我跟前儿来了。先前那位不是赐了妾室给你们领回去，想让他们为你们各自夫家开枝散叶吗？可这些个东西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居然敢仗着自己是宫里出去的，和当家夫人叫板。有几位夫人实在叫苦不迭，便来请哀家做主。哀家也心疼你们，便叫你们今日都过来，让他们重新学学这宫里的规矩。谢夫人，你家这个可还听话？多谢娘娘关心，弄熙在侯府安分守己得很，规矩极好，让臣妇极为省心呐。是吗？那便好。就是哀家瞧着弄熙的肚子一直没动静，这也不好。谢太师年近而立之年，膝下只有一子一女，子嗣到底是单薄了些，多子多孙才是福呢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娘娘所言极是，臣妇会和弄熙努力的。行了，你们这几个既然都到宫里来了，那便去嬷嬷跟前再听一听规矩，好好板一板性子。他只以为皇后死了，他便自由了，一个人老死在俊景轩的偏院里。可是他竟然还是完璧之身。江密呀江密，我且等着，一个被男人捧在手心宠上天的人，能不能容得了这一次的不忠？
要一点糖炒栗子。不卖？这是小人孝敬您的。这甜吗？大人，保证甜。小人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种栗子的，10里8乡的，只要吃过小人家种的栗子，没人不竖大拇哥，一准。这分量，少说也得有8、9两银子，这可是他跑街串巷小半年的收入了。这锦衣卫真是天大的好人呐！谁？三爷安，有事？我错过。那些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。你可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啊！两人夫妻这么多年，谢之让是将他完全摸清楚了。来癸水那段时日，江蜜容易蔫蔫的，非要谢之让哄着他不可。癸水一结束，江蜜便好似小太阳一般，每日乐呵呵的，在床上还特别配合谢之让。前些天江蜜刚过小日子，正是粘人的时候。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我昨日就随口一说，你今日就给我买啦。夫君你真好，给你买包栗子就好了。因为我喜欢夫君呀。那我再给你包栗子吃，你岂不是要开心到天上去？啊，张嘴。夫君包的就是甜，你哪里买的栗子呀？路上遇到的一个货郎那里买的。你要是喜欢，明日我让人去找他再买一些。好呀，还可以买些生栗子，买回来叫厨娘做栗子糕，婉姐和淼哥都爱吃呢。还有娘爱喝的百合板栗莲子汤，祖母喜欢的桂花栗子羹，爹喜欢的栗子烧鸡。我呢？你江浙合府的人想栗圈，就不记得我？我怎么会忘记你呢？你喜欢吃枇杷，明日给你煮枇杷糖水喝，我亲手煮，好不好呀？这还差不多。今日回来的时候遇到住北屋的那个了。他找你干嘛呀？那谁知道呢？他说他路过。你别装傻，你这一肚子花花肠子，还能不知道他大晚上堵你干嘛去了？我哪里一肚子花花肠子了？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。应该是太后撺掇他想干什么事儿吧，先不理他，看他自己怎么选吧。他这般惦记我，你就这么放心啊？乖乖。他哪里是惦记你呀？他被先皇后威胁，被太后威胁。倘若当初我嫁的不是你，你也不心悦我，我比他的日子还是好过不了多少。都是女子，我何苦为难他？可是我遇到的是你呀，夫君，老天果然是眷顾我的，让我有这么好的运气能遇到你。和你结为夫妻，也是我这一生遇见的最大幸事。低声不语的云雾里藏着你的平静，烈火莫测的水流里藏着你的声音。天高路远，你寻找的秘密是在哪里？波浪阴晴不定，谜一样的难以。花一枝细，云里雾里忽闪四季。跳一出去，晕眩在我的身难移。黄情难移，摇摇晃晃心难移。谁在摇勾你心？足影左右变了形。半是山川水中一片浮萍。分不清谁的声音，半是微风同你的声音。看我勾出你心意，吞没在海底的风景，淹没在雷声的天际。看谁丢了情，看谁丢了心，看谁在对岸的黎明。勾走我神经潮落尽，勾走我心情发的肆意，勾走你眼睛留下的烙印。可有思意，会有孤心。沉没在海底的风景，淹没在雷声的自己。
看谁丢了情，看谁丢了心，看谁在自言自语。勾走我深情潮落尽，勾走我心情和肆意，勾走你眼睛留下的烙印，各有私语，纷有抛弃。本是山川水中一片浮萍，本是微风同你一个身影。江蜜待他不说多好，至少是将他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每季度的新衣裳，热腾腾的吃食饭菜，凡是定力有的，皆是一分不少的拨给他。在这府上，除了外书房等重要地方，他几乎不给自己设门禁。怎么办？他到底应该怎么办？但凡谢之让和江蜜的感情没有那么好，但凡江蜜再对他坏一点，他都不会有这么大的负罪感。只要站在谢之让跟前，心里有着那种心思，什么都还没做，他便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恶心至极的人了。可是他保全了他自己的良心和尊严，那红棉该怎么办呢？红棉，我该怎么救你？少夫人，您帮帮奴婢吧，求您帮帮我吧。她本是京郊一户农家的长女，因家中贫寒，养不起下面的弟弟妹妹，便被父母狠心卖给人牙子。几经周转，她便进了宫，做了小宫女。皇宫规矩森严，就是个人吃人的地方。弄熙一个小姑娘，哪里招架得住那些牛鬼蛇神？幸而她遇见了一位好心肠的姐姐，那姐姐名叫红棉，是先帝惠妃宫里伺候的。因惠妃得宠，红棉在宫里也有几分脸面，而两人又是同乡，红棉对弄熙很是照拂。可惜后来那位惠妃犯了事儿，牵连着红棉也落不得好，被发配到掖庭做苦力。幸而有弄熙悄悄使银子打点，红棉才没有吃大苦头。之后先帝元后为了给江蜜和谢之让添堵，找来找去便找了弄熙过去。他阳奉阴违，和那位先帝元后虚与委蛇着，好不容易将他给熬死，却不想又来了一个太后。先帝元后还想着让弄熙去打探消息，太后却是什么都没要求，只要求他同谢太师睡一晚。少夫人，奴婢真的对三爷毫无觊觎之心，奴婢只求一个人安安稳稳老死在自己屋里。可是太后娘娘拿红棉姐姐的命威胁奴婢，奴婢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求您救救红棉姐姐吧，奴婢当牛做马，结草衔环，报答少夫人的恩情，便是奴婢这一条贱命，也愿意抵给少夫人。起来吧，若是旁的事儿，我自己便能帮你，也愿意帮你，但此事涉及到宫里，所以我必须先得问过三爷的意思，也愿意在三爷面前说些好话。但若是三爷都束手无策，那便是真的没法子了，你得容我先问问。说到底，此事是因为他二人才急，弄熙和红棉不过是无故受牵连。惠妃